王总，只要利润到位，别说红酒，您让我去北极卖冰根，我都给您销出去，就这么定了，合同发您。这月的销冠又是我林凡的了，等发了提成，我就去付个首付。我操！检测到顶级宿主灵魂，绑定成功。宿主林凡，职业3届倒爷。等等，我这算是猝死穿越了，有没有五险一金？基础底薪多少？提成几个点？本系统无底薪，纯提成制，宿主需通过在稀游世界进行商业贸易赚取灵石，提升等级。原来是个创业孵化器，连个底薪都不给，万恶的资本家！初始传送即将开始，目标地点稀游世界乱葬岗，祝您生意兴隆。喂，别人穿越都是皇宫大院，最次也是个富商之子，你给我扔乱葬岗！喂！真穿到稀游世界了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见到孙大圣了？嘿嘿，还是先看看有什么装备吧。开局就一个打火机，连新手礼包都没有。系统，你出来解释一下。系统商店暂未开启，请宿主尽快完成第一笔交易，获取启动资金。细皮嫩肉的两脚羊，正好俺老狼几天没开张了，今晚炖个肉汤。这位狼哥，且慢，临死前还有什么遗言？这荒郊野外的，想炖肉汤，您有火吗？俺刚成精不久，还没学会钻木取火，本来打算生嚼的。生嚼太不健康了，里面全是寄生虫啊！狼哥，作为新时代的妖族，咱们得讲究生活品质。实不相瞒，小弟我乃是从天庭派下来的云端业务员。啥是业务员？就是散财童子的升级版。今天算你运气好，碰上了我。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铁疙瘩，没有半点灵气啊！太上老君第3兵工厂限量版3昧真火便携式发生器，俗称掌中火。吹牛吧你！俺虽然书读的少，但你别想骗俺。3昧真火那是红孩儿和太上老君的绝技，这铁疙瘩能喷火？不信，你试着用嘴吹，如果你能吹灭，我立刻跳进你的锅里当肉汤。真有火，俺吹！我操，狂风不灭，这绝对不是凡火！废话，这可是法宝，不用念咒，不用消耗法力，只需手指轻轻一按，烈焰瞬间喷涌。这可是居家旅行、杀人越物的必备良品。这宝贝怎么卖？哎，本来这是给前面狮驼岭的大网留的 VIP 专供货。狼哥，你虽然英俊潇洒，但估计你也买不起。算了，你还是吃生肉吧。谁说俺买不起？俺可是有编制的巡山小妖，你看这个行不行？检测到下品灵石1块，可兑换系统货币100交易点。1块下品灵石，罢了，今天这算是新店开业，这宝贝归你了。哈哈哈哈，俺也有法宝了，俺今晚就能吃上熟肉了。多谢业务员兄弟。妈的，真刺激！卖个打火机都能卖出绝世神兵的感觉，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恭喜宿主完成首笔交易，交易对象下等狼妖，交易物品劣质防风打火机，暴力指数10000%，奸商评级 S 级，系统商城正式开启，储物空间已解锁。后面进价只要0.1个交易点，乐可0.2个交易点，防狼喷5个交易点，这里简直是气消现代工业废物的终极蓝海啊！既然重活一世，我不做打工人了。这3界满天神佛、妖魔鬼怪，在我的眼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全特妈是我的定向大客户。那是五指山。如果没记错的话，底下压着的那只猴子，现在应该正处于猴生最低谷，极度缺爱、缺水、缺灵石吧。决定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就从大闹天宫的顶流 IP 开始。呸！土地老儿，俺老孙渴了，赶紧弄点山泉水来。天天给俺喂铜汁铁丸，俺老孙这金刚不坏之身都快便秘了。500年了，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呀妈呀，可算找着了！活的齐天大圣，这可是全3界最优质的 S 级潜在客户啊！凡人穿着奇装异服，莫非是个疯子？去，赶紧滚！别挡着俺老孙晒太阳！大圣，火气别这么大嘛！俗话说得好，出门靠朋友。我看你这气色，嘴唇干裂，毛发枯燥，显然是长期缺乏水分和糖分摄入啊！糖分那是什么法宝？小子，你知不知道俺老孙是谁？信不信俺一口吃了你？大圣，吃人是最低级的需求。作为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你现在的饮食标准配不上你的身份啊！俺老孙被如来老儿压在这里，动弹不得，连个桃子都吃不到，能怪俺吗？所以我来了，我3界首席供应商，专门为您排忧解难。系统，给我兑换1瓶冰镇乐可。这是何物？黑漆漆的，莫不是毒药？大圣，这叫9天玉液肥宅快乐水，在我们的地界，这可是至高无上的神仙饮品。这声音，这香气，想尝尝吗？快
快给俺老孙来一口，就一口！爽，太他妈爽了，比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还要提神醒脑。兄弟，再给俺来一瓶，不，来10瓶。大圣，喜欢就好。不过呢，我们做买卖的讲究个规矩，刚才那是新客户免费试饮版，想再喝得加钱。钱？俺老孙被压了500年，哪来的钱？没钱没关系，在我们这儿支持以物易物。这可是俺老孙的真身毫毛，换你10瓶快乐水，算你小子占了大便宜。大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终身 VIP 客户。别说快乐水、漫画书、游戏机，甚至是全自动按摩椅，我林凡保证让你这五指山的牢饭吃出5星级度假村的感觉。好，好，等俺老孙出去，罩着你。好家伙，这叫卡卡罗特的黄毛猴子是谁？竟然也能变身！大圣，这叫龙珠，后面的剧情更精彩。这猴子不仅能变黄毛，还能变红毛、蓝毛、白毛。竟有如此神通！后面的画本快给俺拿来，俺老孙要闭关参悟这无上大道。没问题啊，大圣，卷2到卷10打包价，只需3根毫毛。给你，全给你，只要画本管够，俺老孙今天把这脑袋薅秃了也值。大圣，光有精神食粮可不行，今天让您尝尝什么叫真正的人间烟火。这味道，竟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要勾人魂魄。这叫统一红烧牛肉面。你是何方神圣？哎呦，这位老人家，看您这遁地之术，莫非是此地的基层公务员土地爷？正是老朽奉天庭旨意，在此看押妖猴。你这凡人为何在此逗留？还有，你锅里煮的是什么法宝？为何如此诱人？土地爷，实不相瞒，这锅里煮的名叫忘忧神面。我看你老人家镇守荒山，风餐露宿，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真是太辛苦了。谁说不是呢？天庭那帮高官天天琼浆玉液，老朽在这鸟不拉屎的地。土地爷，这半碗面算我请您的。美味，简直是3界第1美味。这汤汁鲜美，面条劲道。小兄弟，这忘忧神面多少钱一包？老朽买点囤着。哎，土地爷，不是我不卖给您，这面珍贵无比，我是怕您消费不起啊。系统提示：这些垃圾零食加起来才不到50交易点。土地爷，您的难处我懂，咱们换个玩法，我给您指一条明路，不仅能让您天天吃上泡面，还能让您在这基层神仙圈子里发家致富。发家致富，小兄弟，快请讲。您想啊，您虽然在这五行山，但您平时总得跟周边的山神、河神，甚至地府的拘魂鬼打交道吧？那是自然。每月初1、15，黑白无常2位差爷路过此地，老朽还得请他们喝杯粗茶。这就对了，这就是流量啊，这就是私域池啊！啥流啥池，听不懂没关系，你就是我林凡旗下3届优秀的第1任团长兼五行山大区总代。这箱面我不收你钱，先拿去分货，你拿去给地府的鬼差、隔壁的山神试吃，他们吃上瘾了，想买就来找我拿货，我给你8折底价，你卖他们全价，中间的差价全是你的。天庭不管你死活，你自己还不搞点副业，跟着我干，老哥你都能全款拿下。干了，李老板，老朽这就下地府找黑白无常那2个土包子推销去。兄弟，你这嘴皮子，比当年忽悠俺老孙去天庭当弼马温的太白金星还要毒啊！大圣过奖了，做生意嘛，格局要打开。算算时间，土地老儿的货应该铺的差不多了。林老板，爆了，爆单了！哟，黑白无常，你们不在地府拘魂，跑俺老孙这儿干嘛？大圣息怒，我们是跟着土地爷来进货的。2位差爷稀客，可是吃过我们家土地团长的忘忧神面了？吃过了，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我们兄弟俩天天吃香灰，今日吃了那神面，才知道什么叫美味。林老板，快再给我们搞100箱！100箱！我看2位印堂发黑，黑眼圈深重，想必地府的工作压力很大，平时连个娱乐活动都没有吧？您是不知道啊，地府常年不见天日，我们天天到处跑业务拘魂。下班了就只能听孤魂野鬼哭丧，精神极度空虚啊！今天算你们走运，我刚进了一批专治精神空虚的法宝。系统兑换1台满电的 MP4 接放器，给我下满土味短剧。除10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此物名为大千流影盒，里面封印着阳间最极致的爱恨情仇。龙王归位！这保安竟是龙王转世，太解气了！快，龙王快打那个恶婆娘的脸！哎，林老板怎么没了？后来呢？龙王到底报仇没有啊？2位差爷，这法宝极其耗费法力，造价不菲啊！林老板，这是我们几百年的积蓄。检测到高浓度水晶，可兑换8万交易点。成交。
土地爷干得漂亮，这叫华子仙草，算你的绩效奖。林凡兄弟，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凭的是金箍棒，如今看你几个破烂玩意儿就把鬼差治得服服帖帖。大圣，打打杀杀是最低级的玩法，真正的力量是资本和垄断。刚才黑白无常的话提醒我了，地府常年不见天日，物资匮乏，阶级森严，那是几千万底层鬼魂打工人的聚集地啊！你想干嘛？去地府？那可是死人待的地方，死人的钱才最好赚。大圣，我要亲自下地府一趟，我要在鬼门关前开启3界第1家阴阳免税店。你走了，俺老孙的漫画和可乐咋办？放心，我让土地老儿给你开通物流专线，1天3顿准时送达。去吧，兄弟，到了地府要是遇到不长眼的，你就报俺老孙的名号。多谢大圣。站住！活人气息，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幽冥地府！懂不懂规矩？没有3000两明钞的海关通关费，别想进丰都城。二位，我是来地府行商的。老子管你什么人！到了地府，阎王爷也得讲我们兄弟俩的规矩。没钱，那就把你这身细皮嫩肉留下，去18层地狱当燃料。两位这吃相有点难看啊。要钱没有？不过拘我的魂之前，两位最好先跟我大哥打个招呼。这是何方法宝？你大哥又是哪根葱？系统连接五指山，拨打大圣专属视频通话。喂，林凡兄弟，咋啦？俺老孙正刷短视频看人家跳舞呢，有屁快放！猴哥，没啥大事儿，就是我刚到地府鬼门关，有2个长着牛头马面的保安说要拘我的魂下油锅。哦，对了，他们还要没收我这箱行李。牛头马面，你们2个看门的小瘪三活腻歪了是吧？当年俺老孙把你们地府的生死簿当擦屁股纸的时候，你们俩还在奈何桥底下和泥巴玩呢。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老子是谁！信不信俺老孙这就拔根毫毛变个分身，下去把你们的牛角掰断到当夜壶，把马脸撕下来当鞋垫！齐天大圣是孙悟空！大圣饶命！小的有眼无珠，不知道这位爷是您罩着的呀，借我们1万个胆子也不敢动您的人啊！猴哥，没事了，这俩哥们儿其实挺热情的，刚才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哼！算他们识相，兄弟，少跟他们废话。要是谁敢拦你，报俺老孙的名字。挂了。那什么，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林爷，您说笑了，您大驾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啊。林爷，这种粗活怎么能脏了您的手？我来，您里边请，小心地滑。让开，都给老子让开！没长眼睛啊！别挡着林爷的道。哎，那个吊死鬼，把你舌头收一收，别扫了我们林爷的兴致。我说老牛老马，你们这地府的基建搞得不行啊，路灯也没有，小商小贩卖的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新鲜出炉的忘川河淤泥，吃一口透心凉，只要300万冥币。咱们地府穷啊，几千年了就没搞过招商引资，大家平时也就吃泥巴，息息相辉。穷好啊，穷说明有巨大的消费升级空间，这简直是未开垦的商业地，风水宝地啊，客流量大，地段核心，简直是地府的 CBD， 就这儿了。这可是阎罗殿正门口的广场，平时严禁摆摊的，万一被判官大人看见。哦，严禁摆摊，要不我再打个视频电话问问我猴哥，看他同不同意我在这儿摆。别，大圣日理万机，哪能用这种小事烦他老人家？城管大队联合执法，阎罗殿门前广场现在被林爷无限期征用了，无关鬼等立刻退后30米，否则一叉子送你们下油锅。不错，执行力很强。老牛，去给我搬块大石头来当桌子，准备接客。系统，兑换一个 LED 彩色霓虹招牌，再兑换一套便携式扩音器，扣除5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哎呦，好刺眼的法宝！那上面流动的彩色光芒是什么？不知道，但看起来好高级啊！难道是天庭特派的散财童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地府的老铁们，大家晚上好，我是3界特派首席供应商林凡。今天阴阳免税店正式开业。我知道大家在地府受苦了，常年见不到光，常年吃不饱饭，但是今天你们的福音来了，太上老君同款掌灯火，让你在冰冷的地狱里感受到家的温暖。9天宣女亲手秘制的红油仙草，吃1口提神醒脑，吃2口长生不老，吃3口阎王爷见了你都得叫声好。老板，这仙草怎么卖？我买，我全包了。这位大哥有眼光，今天开业大酬宾，这包仙草只要100交易点。交易点？那是什么？我没有啊，我只有这个。老板，我这儿有10个亿，全给你了。10个亿！系统，赶紧给我兑换。检测到阳间劣质印刷纸灰，该物品毫无灵气，属于阴间通货膨胀产物。系统估值0交易点，0，1毛钱都不值。
我操，我忘了这茬了。阳间清明节一烧就是几百亿，这破冥币在地府早就通货膨胀成废纸了。这帮鬼根本没钱啊！老板，嫌少，我这还有100个亿，买你一根仙草行不行？去，拿一堆破纸糊弄我这只收真金白银、天才地宝或者幽冥鬼晶。幽冥鬼晶，那可是鬼差大人们才能领到的俸禄啊！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哪有那种高级货？散了，这老板卖的东西虽然好，但咱们根本买不起。慢着，没钱没关系。我林凡做生意最讲究普度众生，既然大家买不起单品，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盲盒？盲盒？只需你身上任意一件生前的陪葬品，就能抽一次。盒子里可能是一包无价的辣条，也可能是一个神光筒，甚至可能是大圣的一根猴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拼一拼，泥鳅变神龙。谁想来做这地府第一个吃螃蟹的鬼？排队，都特么排队！谁敢插队，老子直接把他扔进拔舌地狱！一手交钱，一手交盲盒，概不赊账。林老板，小生没有冥币，只有生前娘子送我的一块玉佩，能抽一次吗？检测到百年古玉，蕴含纯阴之气，可兑换500交易点。唉。玉质一般啊，不过我林某人做生意最讲究缘分，换你了。神面，我抽到传说中的神面了！娘子，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小生今天有口福了！给我抽！我要抽10个！我拿我陪葬的金牙换，我拿我的果实不换。果然，无论在阳间还是阴间，赌狗的心理都是一样的，买的不是商品，是希望。都给老子滚开！小子，很面生啊，在老子的地盘上摆摊儿，交了孝敬钱没有？完了，是恶鬼刀疤，他可是西城区的地头蛇，听说他姐夫是判官司的文书。林爷，这小子是个刺头，平时横行霸道惯了，他姐夫那边有点关系，我们兄弟俩平时也不太好明着办他，要不您破财免灾。破财免灾，我林凡的字典里只有垄断2个字，从来没有交保护费这个词。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收我的钱？凡人，一个区凡人，仗着牛头马面给你撑腰，敢跟老子这么说话，老子今天就把你做了包包子！林爷小心！系统，给我兑换最强功率的高压防爆电击棍。满电量，扣除200交易点。雷神之怒高压电击棍已发放。装神弄鬼，给我死来！找死！这是什么法宝？一下就把刀疤给干废了。那蓝色的是雷电吧？这凡人居然能操控雷电，惹不起，真的惹不起。老马，幸亏咱们刚才跪得快，这林爷手里真是有硬货啊！看什么看？没见过林爷施展仙术？呸！连林爷的摊子都敢掀，嫌自己死得不够透是不是？全给我绑了！差哥饶命，林爷饶命，我们也就是混口饭吃，都是刀疤哥，是刀疤这事逼我们来的呀！地府治安这么好，打打杀杀多影响 GDP。现在咱们能好好谈谈保护费的事了。小子，你别得意，你敢动我，你姐夫？哦，你姐夫就是刚才老牛说的那位判官司的文书。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林爷，这刀疤说的倒不全是假话，他姐夫张文书在判官大人面前确实说得上话。我们哥俩虽然不怕他，但要是他天天在判官那儿给您上眼药，这生意怕是不好做。不好做，老牛，你错了。我正愁怎么跟地府官方的高层搭上线呢，这不，枕头自己送上来了。你们几个别跪着了，去给那位张文书带个话，就说阳间来的首席供应商林凡在中心广场备好了茶水，请他过来指导工作。老牛、老马，把刀疤抬一边去，别碍着客人排队。咱们的盲盒继续卖。来了来了，真是判官司的张文书，这下林老板有大麻烦了。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张文书虽然只是个写字的，但在西城区，他的话可比牛头还好使。
姐夫，你可要给小弟做主啊！就是那个阳间来的野道士，他不仅抢了小弟在西城区的摊位，还用不知道哪来的邪门法宝把我打成这样。他这是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啊！哼，没用的东西，天天在外面丢人，滚开！哟，牛头马面，两位阴帅，今晚这差事当的可真是别出心裁啊！张文书，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警官若是不来，还真不知道这阎罗中心广场什么时候成了私人的买卖交易所了。你们二位身为地府阴帅，不思本职工作，反倒在这儿给一个阳间的凡魂当起了保镖，怕是不好交代了。大家伙日子过得苦，换点东西也算活跃地府治安嘛。活跃治安？简直胡闹！地府法度森严，一切商贸往来皆由判司统一规划、纳税管理。这凡魂无阳间特批文书，无地府批准备案，擅自在阎罗殿前聚众摆摊，售卖奇巧遗迹，此乃非法行商。还愣着干什么？给本官将这非法摊位封了，押回判司，先打入剪刀地府受刑3日，再行审问。是。张大人，咱们动手之前，能不能先讲讲法？像眼前这年轻人这般冷静的，还是头一次见。讲法？本官刚才宣读的便是地府律法。你一介凡人，有何资格与本官讲法？张大人，地府律法我也略知一二。大人您只凭一人之言，便要把我打入地狱，这流程似乎不太合规矩吧？没想到这个阳间凡人居然能一口说出当年的条令。哼，满口胡言！你这卖的都是些无用的小玩意儿，算什么造福冥府？大人，话别说得太满。您在这冰冷潮湿的地府当差，少说也有几百年了吧？那又如何？大人是鬼仙，自然不惧死气。可地府常年无光，阴寒之气积郁，您天天伏案工作，一坐就是几个时辰。到了夜里阴气最重的时候，您的腰椎、膝盖怕是也少不了酸痛难忍吧？林凡说的一点都没错，早就落下了严重的关节风湿，每逢阴气潮汐，全身便如针扎般难受。这叫9级御寒至宝多功能真空保温杯，里面泡的是阳间极品正山小种，外加100年野生黑枸杞。此杯能锁住滚烫的阳气整整3天3夜不散。在这冰冷的地府，喝上一口，不仅能驱散体内的阴寒，更能温养大人您消耗过度的神魂。这种带着纯正阳间温弱的茶水，简直是无上奢侈品。还有此物。这是在下专门为您准备的纳米钛金自吸水笔，落笔丝滑，不用研墨，握感极佳。大人天天批阅公文，有了此物，效率翻倍，手腕再也不会酸痛。他是个文人出身，对这种笔墨文具几乎毫无抵抗力。姐夫，您别听这小子胡吹，他是想贿赂您啊！快抓了他！哼，任凭你舌灿金花，这些奇巧银术也免不了你无证行商之罪。唉。可惜了，我本想着跟张大人探讨一下地府的招商引资和税收分成计划，不过既然大人要公事公办，那我也不好强求了。那我就先跟我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别在五指山等我的饮料和漫画了。这位是……哦，我大哥，前阵子刚认的。大人，您认识？不长眼的东西，给老子闭嘴！林老板，林仙使，您看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您怎么不早说您是大圣爷的结义兄弟呢？张大人，那这非法行商，两个没眼力见的东西，还不把锁链收起来！林老板，您刚才说的那个招商引资还有分成，这广场风大，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去本官的轿子里细谈。大人请。张大人，先喝口热茶，驱驱体内的寒气，慢慢聊。真是好茶。这温润之气直达神魂深处，本官这疼了几百年的老寒腿，竟然瞬间松快了不少。在阳间，这叫生活品质。不过大人若是喜欢，这杯子连同里面的茶便送与大人了，全当是小弟的一点见面礼。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大人言重了。再者说，若是没有大人的支持，我这买卖也做不大。林老板是个明白人，大圣爷的名头确实响亮，但有些事情光靠大圣爷的名头，怕是也盖不住。大人指的是这合规性？正是，地府不比阳间。我来地府是来谈大生意。大生意有多大？我想在地府建立一个特许商品免税区，或者说由我来运营的综合商超。特许免税区、合资商超，这都是些什么新词？简单来说，就是公私合营，我出货，你们出政策，每天的营业额我分文不差的给判官司，甚至给张大人您个人提供一个合理的返点。这样一来，原本地府收不到的税能收到，大人您的业绩上去，而地府的鬼魂们也有了宣泄精力的去处。想法是好，可要办下这特许照，需要判官大人的金笔朱批，还要盖上判官印信。判官大人向来古板，想要他的批文难如登天。难不代表没有办法。大人，判官大人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林老板果然是商业奇才，一眼就看中了要害。实不相瞒，判官大人最近确实是头疼的紧。大人请讲，只要是痛点，就有解决的办法。地府那些特殊的鬼魂不肯喝孟婆汤，整天聚在奈何桥头和枉死城里写诗作赋，痛陈世道不公，怨气很重。
何止是重，他们既不触犯地府律法，也不闹事，就是整天搞什么静坐、上书告御状，这导致地府的投胎效率大减。每年来，地府的投诉率高居不下。判官大人为此阎罗王训斥了好几次。原来是一群知识分子在搞非暴力不合作，这确实挺让人头疼的。不能直接用刑吗？用刑？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文运和浩然正气，若是强行用刑，会折损地府功德，更会引起鬼群共愤。所以判官大人只能好言相劝。可那些书生个个油盐不进，轴得很。有意思，不怕他轴，就怕他没有欲望。张大人，这些书生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大概是能让他们施展抱负的平台，或者说一个能跟人辩论、展示精彩的地方。张大人，这事儿交给我。你那些书生个个自视甚高，你一个浑身铜气味的商人，他们怕是连理都不会理你。大人，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把客户分高低贵贱，在商人眼里，没有高傲的文人，只有没被满足的消费者。明天您只需带我去那枉死城的如鬼聚集区转一圈，只要我能搞定，到时候大人这免税区的批文，还不是手到擒来？好，明日未时，本官派人去驿站接你，咱们同去枉死城。牛头马面，从今天起，林老板在西城区的摊位由你们俩亲自照看。谁要是再敢来闹事，不管他是谁的亲戚，一律从严发落。属下领命。妈的，这地府的夜班可比阳间996要刺激多了。收摊儿，回去补觉。明天咱们去会会那帮古代的高级杠精。已为您筛选符合文人学子偏好的高溢价商品。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系统，给我调出现代生活区和数码娱乐商品。推荐列表：现代白板、纳米凝胶中性笔、后世名家诗词合集。这帮古代读书人最要命的就是那股傲气和清高，要是直接送金银财宝，他们保准一巴掌拍我脸上，骂我俗气。对付这种人，得用降维打击的文化输出。系统，兑换一个便携式磁性教学排版，一盒彩色白板笔，再给我兑换一本精品印刷的宋词300首注解本。扣除30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到储物空间。在这大唐初年，宋词还没出生呢。这帮书生要是看了这个，不把脑浆子惊出来才怪。你可得有个心理准备，这些人总得有个由头吧？还能闹什么？懂了，闲出来的毛病，外加精神极度空缺。闲出来的毛病，本官可天天给他们送纸笔，让他们在城里写诗作赋。大人，这叫供需不对症。他们要的不是纸笔，要的是能证明自己价值的舞台。都聚在这儿干什么？成何体统？判官大人体恤你们，特派本官来。张大人，您又是来劝我们去排队投胎的？老夫还是那句话，地府若是不给我们这些读书人一个公道，不洗刷我们生前遭逢的冤屈，我们便在这枉死城做到魂飞魄散。对，绝不妥协，绝不妥协。韩夫子，你这是何苦？本官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而是带了一位阳间的贵客来，满身铜臭，举止怪异，一看就是个俗不可厌的行商。张大人，您带一个商人来我们这清修之地，是对我们读书人最大的侮辱。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林老板，你看吧，本官就说这帮人根本无法沟通，要不咱们还是先撤，再做打算。哈哈哈，真是一群井底之蛙。不子，你骂谁是井底之蛙？老夫自幼饱读圣贤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个浑身铜臭的商贾，安敢如放？饱读圣贤书，你们自诩清高，觉得世人皆浊你独清，实际上你们不过是一群被时代抛弃的胆小鬼，躲在这阴暗的角落里，用所谓的清高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无聊。天下的学说尽在于此，除了圣贤之言，还能有什么心学？好，今天我就让这群井底之蛙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千古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等实作，这等意境，这到底是谁写的？林老板，敢问此乃哪位当世大儒所作？为何老夫生前从未听闻？这位大儒名为苏东坡。此书之中，类似这种能流传千古的诗词，足足有300首。林老板，让我看一眼，求您让我看一眼。赵文道惜死可以，求林老板借书一观，我愿意用我生前所有的藏书来换。想要可以，但我林凡是个商人，商人开门做生意，从来不白送。林老板，您开价，只要老夫有，哪怕是老夫这残存的100年魂力，也绝不推辞。夫子言重了，我不要你们的魂力，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在这东区开地府第1家3届图书馆和学术交流沙龙，只要你们配合张大人，这天底下的奇书未来的名作，我管够。慢着，韩夫子，诸位同仁，莫要被这奸商给骗了。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们好，可他铸就是个商人，商人逐利，他把这些奇书拿出来当诱饵，
无非是想利用我们，让我们帮他在判官大人面前邀功，甚至让我们帮他赚钱。我们是读书人，纵然横死地府，怎能为了几首诗词就成了张古的玩物？这简直是斯文扫地，是对圣贤的亵渎！林老板，这小子开始煽风点火了。这帮书生最在乎面子，要是被他扣上斯文扫地的帽子，这事儿怕是要黄。这位兄台怎么称呼？免贵姓赵，行二，赵兄。你口口声声说风骨，亵渎圣贤，那么你生前可曾考取功名？老夫生前遭遇战乱，还未及参加科举变，那就是白身了。你生前没有功名，死后在这枉死城里耗了几十年，除了每天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几句酸诗，怨天尤人之外，你为这个真正亵渎圣贤的，而是你们自己。因为生前一点挫折，死后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像怨妇一样抱怨天道不公。你们以为保留了风骨，实际上你们只是害怕面对现实。如果你们真的有风骨，就应该在死后继续研读你的才华，去影响更多的鬼魂，而不是在这里等死。诸位，我林凡是个商人，我不否认我想赚钱，但我赚的是明明白白的过路钱。我建立3界图书馆，不仅是给你们提供看书的地方，我还有一个计划。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能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诗词，我可以将你们的墨笔带回阳间，在阳间最顶级的宣纸上印刷成分，让大唐千千万万的读书者共同品鉴，甚至让你们的名字流传后世。林老板，此话当真？阳间的人真的能看到我们死后的作品？我林凡做生意向来童叟无僻，只要学问够好，传承后世并非难事。诸位，从今日起绝不再聚众闹事，维护地府秩序。只要林老板的图书馆能开起来，好，韩夫子深明大义，本官一定全力配合林老板。最难的一步彻底搞定。判官大人，属下给您请安了。张文书，本官现在头疼得紧，没空听这些。大人，大喜事啊！枉死城东区那帮辱鬼的事情已经彻底解决了。解决了？你解决的？哪能啊！大人，属下哪有那本事？这全是这位阳间特派行商林凡林老板的功劳。在下林凡见过崔判官，在下来此非是擅闯，而是带着地府政务优化方案来为大人排忧解难的。放肆！你一个黄毛小子，居然敢来跟本官谈政务优化！大人，您每天要批阅数万卷公文，地府因为人手不足、场地有限，导致投胎队列严重拥堵，枉死城里那些无事可做的鬼魂便是地府最大的安全隐患。他们天天上书，导致您的季度业绩在滇庭巡查司那里连年垫底。大人，这是阳间最顶级的护腰靠垫，把它垫在您的椅背上，能极大的缓解您批阅生死簿时的腰部压力。此物虽有些巧思，但也不能成为你干预地府政务的仪仗。大人请看，这是我为枉死城量身定制的灵魂净化与投胎加速中心，也就是3界图书馆的建设方案，由我出资建设，不花地府一丝一两。我们可以提供高雅的书籍和文化活动，分散那些辱鬼的注意力，安抚他们的怨气，同时选拔优秀的鬼魂担任图书管理员，以积分制让他们换取优先投胎的权利。如此一来，枉死城的治安问题解决了，辱鬼的投诉率降为0了，而大人您的地府绩效考核指标也将在整个3界名列前茅。你这脑子倒真不像是个普通的凡人。大人过奖了，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帮客户解决痛点。只要您在我的特许行商批证上盖个章，这个项目立刻就能试运行。哦，对了，我大哥昨天还托我给您带个好，问您最近生死簿有没有缺页漏字，用不用他下来帮您对对账？林老板的哪里话？既然是为地府谋福利，造福千万阴魂的善举，身为首席判官，自然当全力支持。林老板，本官先给你1个月的适应行权，若是成效显著，本官亲自为你去阎罗大殿申求长久之诏。多谢崔大人，合作愉快。哎呀，林老板，本官在地府当差几百年，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能从崔办狗里把这特许运行执照给生生抠出来的。您那套什么 KPI 业绩指标一抛出来，本官瞧着判官大人的眼睛都直了。张大人，批文不过是一张纸，在阳间拿到了营业执照，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怎么把这3界图书馆建起来才是真本事。林老板放心，如今有判官大人朱批在手，您只敢吩咐要地，本官在枉死中区给您划出一大片空地，要劳力。枉死城里最不缺的就是闲散的鬼魂。张大人，地我可以要，但劳力我不要强征。不要强征，地府一时鬼魂向来是直接差遣，那些孤魂野鬼不听话，大嘴巴子抽过去便是，何须跟他们客气？大人，用鞭子抽出来的劳力只能建起没有灵魂的石头堆，用真金白银和符礼砸出来的劳力才能建起地府最顶级的地标。在地府最底层的鬼魂活得毫无尊严，我们要建的是一个让他们找回尊严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招工，要给工钱，要让他们觉得跟着我林凡干，能过上比当差还滋润的日子。林老板这套买卖经，本官真是闻所未闻。不过地府的冥币如今通胀的厉害，他们可不傻，不发冥币，我发阳间物资。地府的老铁们，大家静一静。我是阳间商人林凡，今天我奉崔官法旨，在此筹建3界图书馆。今天第一天开工，招募50名开山凿石的力工。我这里不发明钞，凡是被录用的，日薪1桶红烧牛肉面，外加2根加粗火腿肠，表现优异者每天额外奖励华子仙草2只。神面就是前几天黑白无常2位差锅吃过的那种香飘十里的神面，1桶面2根火腿肠。天哪，老子生前当佃户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伙食。谁敢乱动，老子一刀劈了他！小子，在西城区搞建设，问过我们八爷没有？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听你的意思，这地府盖房子还有别的规矩？规矩，在这西城区，八爷的话就是规矩。地府所有的阴石阴木，全是我们八爷的买卖，没有八爷点头，你一根草也别想在这儿立起来。至于你这些小玩意儿，想招工也行，每天的工钱得先分我们八爷7成，否则谁敢动一下这地上的石头，老子就让他魂飞魄散。看吧，我就说地府水深的很。八爷是吧？我做生意最喜欢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不过三哥，在谈分成之前，我先请你和你的兄弟们看几样东西。三哥，你成天带着手下在这荒山野地里开山嚼石，这地府的阴石寒气重，每次开采阴毒顺着指甲缝往里钻，那滋味不好受吧？这是什么法宝？连个法力波动都没有。大人，带上试试。这东西竟然能完全隔绝阴寒。再试试这个。神兵！随后，再请三哥喝口酒，暖暖身子。酒，这特么才是男人该喝的酒，比奈何桥底下的黄泉水带劲儿10000倍啊！三哥，你觉得你们八爷能给你们这些东西吗？八爷给你们发几百两冥钞，连买项香灰都不够，而跟着我干，有神兵开山，下班了还能喝上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和烈酒。林老板，从今天起，这条命就是您的了。八爷算个屁！他要是敢来捣乱，老子一铲子拍死他！三哥，快起来！既然你信得过我林凡，那从今天起，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在我这儿，没有主仆，只有合伙人和员工。林老板，您折上俺老三了。俺们粗人一个，以前跟着八爷累死累活，连口热汤都喝不上。今后您指到哪儿，俺们就打到哪儿。今天第一天，你就是我们地府第一建设工程的总监，你手下这17个兄弟全当小组长。招工继续，今天只要50个立功，待遇跟刚才说的一模一样。想干的到三哥那儿登记领工具。我干，选我，林老板选我。林老板，您这一手现场策反玩的真是漂亮，可您把鬼眼3给挖了，八爷那边怕是彻底炸锅了。他要是不服，尽管来找我。林老板有所不知。八爷能在这西城区横行，靠的可不单单是鬼眼3这几个打手，他垄断了整个区的阴木生意。阴木，正是这地府盖房子，地基可以用阴石，但大梁屋头一旦接触阴气，瞬间就会腐烂的幽冥阴木。普通阳间的阴木9成9都在八爷的库房里攒着。若是八爷卡死了阴木的供应，您这图书馆就算地基打得再好，也只能是一片露天的石头堆，根本建不起来呀。老三，你长能耐了啊！吃老子的饭，砸老子的锅。八爷，您给的那俩铜板，俺们兄弟实在塞不饱牙缝。林老板给俺们尊严，俺们自然给林老板卖命。林老板是吧？年轻人有点手段，连崔判官都给你撑腰，本官确实小瞧了你。不过这生意场上有生意场的规矩，你盖图书馆得用梁，得用架，没有本官的幽门阴木，你这图书馆怕是只能留着晒着阴间的大月亮。八爷，那依您的意思，这生意该怎么谈？简单，第一，这图书馆盖好后，8成的收益要归本官；第二，地府第一建设工程队必须重新归本官管辖；第三，你售卖的那些神仙面，本官要拿独家代理权。笑什么？八爷，我笑你活了几百年，脑子却还停留在农耕时代。八爷，谁告诉你盖图书馆一定要用木头的？哈哈，真是黄口小儿！不用阴木，难成你用石头雕书架，还是用你那阳间的烂木头？老子倒要看看你那阳间的烂木头能在这地府撑过几个时辰！系统，给我兑换现代高强度不锈钢预制板件，以及1套金刚龙骨组合式书架原件。这叫高强度不锈钢，不含一丝有机杂质，水浇不透，火烧不着。别说你地府这区区阴气，就是再放上1万年，它也绝不腐烂。而且这些都是预制件，我的工程队只需要拿着螺丝刀3个时辰，就能组装出一座坚不可摧的现代机构图书馆。神迹，这简直是鲁班在世，天公开悟啊！八爷，你的阴木在我的眼里，现在连劈柴都不配。今天我正式宣布，你在西城区的资源垄断结束了。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八爷是想当时代的垃圾，还是想当我的合作伙伴？你只有3个数的时间考虑。林老板，本官服了。妙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等宏大叙事，这等精妙文笔，到底是何人所作？
本官掌管生死簿多年，竟从未在阳间档案中见过这号人。判官大人，这叫未来天阶。我说过，只要大人支持，这世间最顶级的文学，我管够。原来100年之后的大唐，竟有如此忧国忧民的诗圣，老夫这几十年当真是白活了。不闹了，有这等神作相伴，老夫便在这图书馆当一辈子管理员，也绝不投胎了。从今天起，你在西城区的商业活动无需再经过本官审核，只要不违背音律，你放手去干。多谢崔大人，合作愉快。时间不多了，林老板，这图书馆都盖起来了，神境一般的手段，您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交通，你看看他们，从王死城西区走到东区，要走整整3天，更别提从鬼门关刚进来的新魂，得在黄泉路上走几个月，这中间得有多少魂魄因为体力不支，直接消散在阴风里。咱们这些小吏和普通鬼魂，只能靠2块脚地板硬磨。那就从奈何桥开始，我先去拜访一下我大哥，问问他跟那位管桥的孟老婆子熟不熟。哟，林凡兄弟，连判官都给你写规划书了，都是大哥名头响亮。猴哥，小弟今天来是想跟您打听个人。打听谁？阎罗王还是地藏王？奈何桥头孟婆。孟老婆子。嘿，兄弟，俺老孙劝你少去招惹她，那老太婆古怪的很。当年大闹地府撕毁生死泵，大哥没跟他交过手。当年俺老孙一路打进森罗殿，满地府的阴兵鬼将见了我都绕着嘴。唯得到了奈何桥，那老太婆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样盛他的汤。俺老孙当时一棍子砸过去，结果嘿，一棍子打在空处。那老婆子不简单，连如来老儿见了大抵也得客气3分。这么野乎，那他可有什么喜好？喜欢新鲜有活力的东西，里面还存着一丝假木生气。你拿着这东西去，指不定能跟他搭上话，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被他一勺子送去投了胎，俺老孙可不负责。多谢猴哥指点。快点儿，别磨蹭，喝了赶紧上桥。老张，这哪是送行啊，这简直是流水线作业。这孟婆汤的口感一看就很差。林老板，您小声点，孟婆大人耳力好得很。这汤苦涩难咽，主要是为了洗去灵魂的执念，口感能好到哪儿去？到了老身的桥头，不排队投胎，反倒在背地里鞭拍老身的汤。凡人止步，再敢往前一步，直接扔进忘川河喂水鬼。林老板，我的亲爹呀，您就少说2句吧。这位孟老祖宗脾气上来了，连阎罗王的面子都不给，您怎么能说他的汤不好喝呢？孟婆前辈，在下并非故意挑衅，只是在阳间，我们做饮食行业的有一句名言：顾客就是上帝。您这忘忧汤虽然功效显著，但味道苦涩，吃相粗暴，严重影响了这些转世投胎之人的客户体验。到了老身这儿，任你生前权倾天下，也得把这碗汤咽下去。他们是来受罚，来洗刷罪孽，不是来阳间的茶馆里听曲喝茶的。阳间凡人凭什么来教老身做事？前辈，良药苦口是不假，可您看看这桥头，每天几十万人拥堵在这里，哭喊声、挣扎声震天动地，鬼差们天天用鞭子抽，鬼魂们天天和你们玩命，这不仅降低了投胎效率，也让您和这些鬼差兄弟们天天处于极度疲惫的加班状态。我说的对不对？冥府秩序向来如此，那是因为以前没有人给您提供更好的方案。系统，给我兑1箱精致奶粉，外加几箱阳间红茶和珍珠粉圆。扣除15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到储物空间。孟婆前辈，您讨厌这地府的死气，那您看看此物如何？这里面居然还有一丝活生生的假木生气。大圣爷托我向您问好，顺便送了这枚桃核。今天在下就用这枚桃核里的生气，配合我阳间的秘制佐料，现场为前辈改良一下这忘忧汤。前辈，若是不管用，我林凡当场跳进这忘川河中；若是管用，咱们坐下来谈一桩大生意。好，老身倒要看看你这凡人能玩出什么花样。若是敢欺骗老身，忘川河里的那些水鬼，想必很乐意多一个阳间的玩物。三哥，来，帮我把这1箱奶粉倒进大釜里。好嘞，林老板。这是何等的人间美味！闻上一口，我生前的怨气竟然消散了大半。前辈，名为忘忧黑糖波波奶茶，您请尝尝。老身生前当凡人时，
最喜欢的便是春日里的甜浆。林老板，你赢了。前辈，这只是个开始。您天天在这桥头站着，不累吗？累，可职责所在，奈何桥一刻也不能停。这就是我来找您的目的。我们不应该把过桥投胎当成一场苦役，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服务站，以您的名义开设孟婆奶茶连锁品牌，以后的后勤原料全由我的物流工程队承包。前辈，这才叫生活，您觉得呢？好，老身在这桥头守了万年，也该过过你说的生活了。这是奈何桥的通关印信，从今天起，这桥头方圆10里随你折腾。林老板，本官这颗鬼心差一点就直接碎了，您居然真的和他谈成了买卖？老张，在商言商，只要找准了客户的痛点，就算是9天之上的神仙，也得跟我们谈合作。林老板，按照您的吩咐，第一批排队神器已经运到了，您瞧瞧，搁哪儿下庄？三哥，就在这儿拉出一条宽1米、长500米的蛇形排队通道。林老板，俺老三是个粗人，这铁杆子拉起来能干啥？难不成还能挡住那些鬼魂？挡是挡不住，但它能改变秩序。以前大家乱哄哄的往前挤，谁力气大谁就排在前面，不仅混乱，还容易发生踩踏暴动。都给老子住手！哪里来的野道士，竟敢在奈何桥种地私设路障，阻塞交通，统统给本官拿下！叶统领，睁大你的鬼眼看看，这是判官大人的批文，还有孟婆大人的手谕，我们这是在给地府搞建设，你敢动手试试？鬼眼三，你少拿孟婆和判官来压本官，判官只管批文，但这奈何桥的治安防务是本官说了算。这铁疙瘩马路全堵死了，万一发生骚乱，本官的差役如何快速通行？本官不管你们得了什么好处，现在立刻把这些破铜烂铁给老子扔进忘川河，否则本官按谋反罪，就地正法。原来是断了人家的财路，老张，多谢提醒。叶大人，久仰大名，在下阳间商人林凡。大人刚才说这些隔离带会阻碍差役通行，确实是小弟考虑不周了。既然知道，还不快滚！叶大人，实不相瞒，我这隔离带不仅不是来添乱的，反而是来帮大人发财的。发财？本官乃是阴天子敕封的武官，岂会贪图你那点黄白之物？大人您到手的油水，怕是连买瓶好酒都不够吧？我在这隔离带旁边特意留了一条 VIP 极速绿色通道。VIP 贵宾何意？以后那些不想排队、手头宽裕的富商鬼魂，我们不再私底下收他们的插队费，我们要公开售卖 VIP 极速通关票，一张票价格定在50下品零食或者等价的天才地宝。买了票的鬼魂可以走这条红毯通道，由大人您的差役亲自护送，不用排队，直接去孟婆那里领汤喝，甚至还提供我们特供版黑糖奶茶送上座位的服务。这公开收钱，判官大人能同意？这是崔判官特批的商业常识。卖票的收益我们3-7分账，小弟拿30%，大人您的营房拿70%。大人想想看，这样一来，大人的兄弟们收入翻了10倍，工作量减轻了1半，而且完全合规。林老板，您真是神人啊！本官刚才是在跟您开玩笑呢。兄弟们执勤辛苦，这排队隔离带拉得好，拉得妙啊！都特么愣着干什么？去几个人帮工程队的兄弟们砸螺栓，动作都给老子麻利点儿。林老板，以后这桥头的安全，谁敢捣乱，本官戳死他！这位老爷，您慢点喝，前面就是投胎的传送阵了。等您喝完，小的亲自送您过去，绝不让那些粗汉挤着您。不错，这服务，这环境，真不枉老子生前挣了那么多银子，舒坦。林老板，现在好了，大家排着队给咱送钱，连个大声喧哗的都没有。叶大人，这叫规则的力量，只要利益分配合理，治安管理自然就变成了服务行业。林老板，您这奶茶生意好是好，一天的营业额比本官以前倒腾1年阴幕还多，可这几天供给开始跟不上了。老八，具体是什么物资缺了？水，您之前用大圣爷给的蟠桃湖净化了忘川河的水，可那桃河的生气必究是有限的。这2天忘川河的死气又开始反弹，煮出来的茶隐隐有一股子腥味儿。要是一直这么高强度的净化下去，那蟠桃河怕是要彻底枯死了。是啊，林老板，咱们这忘忧奶茶店怕是撑不过这个月。干净的水源，老八，地府这么大，难道就没有一处活水？有倒是有，在这西城区往北50里，有一处明镜湖，那里的水由地心灵泉汇聚，清澈见底，不含一丝阴煞之气。可是什么？那明镜湖是明镜仙子的道场，
那老太婆说是个出了名的洁癖，生平最讨厌满身污秽的鬼魂和浑身铜臭的商人。凡是靠近明镜湖的，大都被他用弱水神风给吹得魂飞魄散。想找他买水，怕是比登天还难。洁癖，讨厌俗气，那太好了。老八，备车，咱们去会会这位明镜仙子。站住！此乃明镜仙子清修之地，阴司恶鬼安敢擅闯？林老板，瞧见没？连看门的都这么凶。一个满身污秽的阴司小吏，一个铜臭熏天的商贾，你们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习气，已经玷污了本仙子的明镜湖。给你们3息时间，滚出本仙子的视线，否则便留下来当这湖底的肥料吧。林老板，撤吧，这老太婆真会杀人的。仙子请息怒，在下林凡，今日前来特来给仙子送上一份阳间至纯的薄礼。至纯之物，本仙女这明镜湖水便是3界至纯。阳间凡尘俗世，泥沙俱下，能有什么至纯的东西？系统，给我兑换一瓶法国顶级高冻沙龙水，冷水孤莲，外加一套高纯度水晶切面玻璃瓶装的无色香薰精油。扣除35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这香气，竟然比天庭酒池的仙气还要纯净。仙子，此物名为冰肌玉骨露，瓶子是阳间至高工艺提炼的无杂质水晶，里面的香气是采摘了9900朵雪山孤莲的露水提炼而成，也只有仙子您这般出尘的气质，才配得上这瓶无瑕的宝贝。林老板，你这费尽心思拿这等至宝来，到底想从本仙子这儿换取什么？这世间竟真有这般不沾点凡尘奴土之气的露水。林老板，老身收回刚才的话，这瓶冰肌玉骨露当得起至宝2字。说吧，你费尽心思拿这等宝物来，想要换取本仙子什么东西？若是想要本仙子这明镜湖的水，老身劝你趁早死心。这湖水乃是地形灵泉汇聚，一滴也不能玷污。仙子说笑了，我林凡是个正经商人，不是强盗，我怎么舍得破坏这般如诗如画的明镜湖？我的方案是闭环式无缝饮水系统，我不碰您的明镜湖度表水，我只需要在这处泉眼下方接入一条由我提供完全密封的管道，抽取一小部分溢出来的地底灵泉。可你要在这灵泉眼动土，那些肮脏的铁锹、生锈的铁器，还有你手下那些满身死气的鬼差，岂不是要将本仙子的道场弄得污秽不堪？系统，给我兑换一根1米长的304食品级无缝不锈钢水管样品，扣除5交易点，商品已发放。仙子请看，这就是我准备使用的材料，食品级无痕不锈钢，此物无毒无害，不腐不朽，比任何玉石都要光滑规整。我们的工程队在施工时不用泥土，直接采用预制插接。这铁器竟然能做得这般精致，确实没有一丝杂质。仙子，林老板的手段您是见过的，咱们这西城区的工程队如今也是鸟枪换炮，干活干净利索，绝不弄脏您这地界一草一木。即便本仙子同意你饮水，你这管道要从明镜湖牵到奈何桥，足足有50里，这中间必须穿过枯豪大峡谷，那里可不在判孙司的管辖范围内。他们若是瞧见你这银朗朗的管子，定会上去拆毁偷盗，你又该如何防范？林老板，仙子说的极是，那大峡谷是铁爪鬼王的领地，那老鬼性情暴虐，最是贪财，怕是不好惹啊。张大人，老八，你们跟这些酒怪打了太久交道，思维有些僵化。这世上能用钱和物资解决的问题，在商人眼里都不算问题。仙子，既然您担心管道被毁，我有个不情之请，您做下的这些水灵差族，个个法力纯净，神魂无瑕，不知仙子可愿出租一批，担任我林氏水运的生态环保卫士？放肆！本仙做下的灵气水位，个个不染凡尘，岂能去给你阳间俗人当看门护院的打手？仙子，我这不是当打手，在阳间这叫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他们不参与任何凡俗的战斗，他们只需要穿着我统一不发的雪白干净的环保制服，在明镜湖到峡谷入口的这段管道上进行日常巡视。至于报酬，我每天为他们提供1箱净化起泡仙片。气泡仙片能保持极致洁净。罢了罢了，老身当真是上辈子欠了你。只要你能搞定铁爪老麻子，本仙子便同意你匀水，也特许10名水卫帮你巡视管道。仙子圣明，那小弟这便告退，去见见那位铁爪老哥。林老板，这铁爪鬼王最是蛮横，他天生一双玄铁利爪，专爱生撕恶鬼，脾气上来连阎罗王的使者都敢打。咱们就带这10几个人，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老八，别慌，对待这种崇尚武力、性格暴躁客户，你跟他人多势众没有意义，你得找到他真正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何方小鬼，敢闯本王的峡谷？留下你们的魂魄，或者
给本王的玄铁爪当磨刀石！大王，您这双威风凛凛的玄铁利爪，这上面的斑驳铁锈，平时抓挠起来一定又痒又痛，很难受吧？你胡说什么？本王这玄铁利爪刀枪不入，连阴司判官的勾魂锁都能生生捏碎，怎么会痒？大王，您就别撑着了。这地府终年阴冷潮湿，您的玄铁爪爪天生阴重，极易吸纳这虚空中的水气与煞气，久而久之，金属表面便会发生在阳间称之为氧化反应的过程，也就是生锈。这阴锈顺着您的气血侵入神魂，每到深夜子时，阴气最重的时候，那种钻心的惨痛与发痒，怕是让您恨不得把这2只爪子在石头上磨烂了。大王，在阳间我管这叫美甲养肤，只是缺少专业的工具和保养。大王若是不介意，小弟先帮您清理一根指甲，您试试效果。好，你若敢糊弄本王，本王当场将你捏成碎肉。那大王您忍着点儿，一开始可能有点酸。这是什么水？本王的爪子居然有些热乎乎的。不痒了，不仅不痒，甚至还比以前锋利了数倍。神技！这才是本王真正的玄铁爪，痛快！太痛快了！大王，这只是给您的免费试用，您这双手10根手指要是全部清理干净，我保您3个月内绝不会再受生锈之苦。好，开个价，本王库房里的宝贝随你挑。宝贝我不要，我只想在这峡谷里。林老板，成了！明镜湖的水引过来了。林老板，今天早上的 VIP 寄宿通关票已经卖出去了3000张，足足入账了15万下品灵石啊！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老张、老八，这只是地府基建改造的开始，地府的底盘我们已经站稳了。现在我去给我大哥送点福利，顺便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宏图。哎呦，林凡兄弟，你这铁杆子真是不赖。猴哥喜欢就好。您不知道，您给的那枚蟠桃核在地府救了我大命了。怎么，你真用那桃核把孟婆那老太婆给拿下了？现在，地府的饮水和交通命脉已经有一半攥在我的手根心里了。那枚桃核在奈何桥头甚至长出了地府万年来第一抹绿色。兄弟，等你下次再来，可得给俺老孙带点更好的玩意儿。俺老孙在这山底下，就指望你送的这点活气了。放心吧，猴哥，我会在地府和这五指山之间建立一条真正的跨界高速铁路。您老人家就等着坐着高铁去看孟婆跳广场舞吧。丁，恭喜宿主完成阶段2，获得阶段奖励封1点，当前总资金15万，交1点。低耗能地热蒸汽轮力机，重工业齿轮减速箱，耐高温密封轴承。系统，你这商城是打算让我直接在地府办个工业园区啊？丁，本系统旨在通过商品流通，促进跨界文明的基建升级。宿主当前的资金储备已达到中级工业化改造的准入门槛。工业化好啊，地府几万年来都靠纯体力劳动和法力死撑，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低效率、高内耗的落后产能吗？林老板，今天早上的流水分账已经清算出来了，明镜湖的灵水运过去之后，咱们那忘忧奶茶的销量直接翻了1倍。这灵石收的，本官这库房都快塞不下了。坐，老八、老张，奶茶和物流只是盘活资金的小买卖，地府最核心的资产可还没动呢。最核心的资产，林老板，您指的是18层地狱？林老板，那地方可是地府防范最严固的重地，千万年来都是受刑宵夜之所，连判官大人都不能随意更改里面的规矩。我问你们，地狱里每天都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不就是拔舌、剪纸、下油锅、推石磨？那些醉鬼在里面哭天喊地，执行的鬼差天天累得半死。对啊，这不就是最典型的无效劳动吗？那些执行的差役天天做着无意义的体力输出，除了制造噪音和怨气，没有产生任何生产力。我要去一趟第17层石磨地狱。老张，给那里的雷思玉带个话，就说我能帮他解决地狱连年垫底的绩效问题。
快点儿，别磨蹭！今天的季度出标还差3000砖。哎呦，雷思雨，小的腰椎好像折了，这玄铁磨盘太沉了，小的实在推不动了。少给老子装死！雷思玉，强扭的瓜不甜，您就算把鞭子抽断了，他们这腰间盘该突出还是得突出。哪儿来的活人？张文书，你竟敢私带凡魂进入刑房重地！来人，给本官拿下！雷大人，息怒啊！这位是崔判官特批的林凡林老板，咱们在奈何桥搞的那个排队方案，你也是听过的。崔大人的批文确实管用，但林老板，本官这石磨地狱可不是茶馆。雷思玉，为什么一定要人来推磨？废话，不人推，难不成这磨盘自己都能动？这殷实重大千钧，除了用蛮力，还有什么法子？雷思玉，我来给您算一笔账。火山地狱就在你们隔壁，那里终年烈火熊熊，无尽的热能就这么白白的消散在虚空里，这在阳间叫能源浪费。如果我能把火山地狱的热引入你们这儿，他们自己就能出旋转，而且速度是现在的5倍以上。这天底下竟有这等法术！空口无凭，雷思玉，我们直接看效果。便携式高能电池。这磨盘自己转起来，竟然比俺4个得力干将一起推还要快！林老板，你这是什么神仙法术？快，给本官这几百尊磨盘全装上！雷大人，这可不是法术，这是工业动力。不过，给这几百尊磨盘全装上，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怎么？林老板是怕本官给不起钱？只要这东西能用，本官这就去跟判官大人申请，把司狱处的预算全批给你。大人误会了，我刚才用的只是便携式高能电池，里面的电量有限，顶多让一尊磨盘转上半个时辰。要让这大殿里几百尊巨石磨盘不分昼夜的自动运转。能量源，地府除了那些大能的法力，还能去哪儿找出这么大劲儿的源泉？这不就是现成的吗？隔壁第16层。火山地狱，林老板，您这算盘打得可真响。那家伙属于地府南区的保守派，最讨厌阳间的花里胡哨，脾气暴躁，护食。老爸，在阳间我们管这种客户叫直性子。这种人往往比那些心森沉的文官更好打交道。雷思玉，这石磨要是全自动运转了，你手下的兄弟们可就彻底解放。不如你陪我们走一趟，去会会这位严思玉。干了，林老板，走，本官给你在前面开路。严老鬼，开门！判官司的特使林老板带着大买卖来找你谈合作了。雷老鬼，你不在你那石磨坊里推磨，带着个阳间的凡人和一帮俗气鬼差来本官的火海，是想让本官送你们进火山里洗个澡吗？凡人，你那是什么眼神？再敢用这种黏糊糊的眼神看着本官，本官当场烤干了你！严大人，在下只是有些替您和您手底下的兄弟们感到不值。本官奉天庭法旨执行，惩治恶鬼，有什么值不值的？大人天天在这滚烫的火海里执行，温度动辄几千度。您看看您手下那些火鬼差役，身上的黑铁铠甲早就被烤得变形，皮肤开裂，神魂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爆裂火气的灼烧。大人，火山地狱的热度是用来惩治醉鬼的，可您的兄弟们也是血肉混体，天天陪着一起受罪，这叫无谓的职业伤害。我听说您手下的差役为了降温，私底下偷偷托关系去隔壁寒冰地狱买寒冰蟹吃，结果个个神魂冷若交替，落下了严重的幽寒源横病，经常疼得起不来床。我说的对不对？那又如何？火山地狱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本官的兄弟们生来就是这差事，受点热算什么？以前是没得选，但今天我林凡带了方案来。系统，给我兑换一套现代防生化锆高温水冷式劳保服，再兑换一箱零下18度的冰镇红菊汽水。严大人，多说无益，先喝口水，去心火。这是什么水？冰凉入骨，却又如此甘甜刺激。本官的火毒，本官的喉咙竟然全好了。再试试这个，您在这火山火海里走上一天，体感温度也绝不会超过22度。林老板，您这是神仙般的手段呀！本官刚才是在跟您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林老板要怎么开发我这儿的火山来着？很简单，我们建立火山气象发电工程，您让我引走一部分不影响刑罚的热能，作为交换，给你们的住房安装工业级中央空调。大人，这买卖划得来吧？林老板，您这不锈钢高温管道真特么是神仙料子！隔壁火山地狱的岩浆热气那么毒，这管子套上去，硬是一丝热气都没漏出来。三哥干得不错，这是主管路，密封一定要做好。岩浆热能转换成蒸汽压力后，全靠这管线输送。林老板，严思玉那老鬼自从穿了您那套防护服，又喝了冰镇橘子汽水，现在比谁都积极。
这不，他亲自在16层带队，把最好的3个电热喷口全给咱们接入管道了。让开，都给老子让开！林老板，发现祭祖和齿轮箱全接上了，我那几百尊石墨现在就等您一句话，扭开阀门放蒸汽了。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雷大人，咱们去拉闸开工。赚了，全赚了，哈哈哈哈！一个兄弟都没有，全他妈自动赚了！林凡，林凡，林凡！林老板，怎么回事儿？齿轮是不是融化了？这机器坏了！林老板，这是什么邪门东西？怎么把您的神兵铁器给粘住了？这不是机器的问题，现在全自动速度太快，怨气来不及消散，全凝结成粘浆，把我的齿轮卡走。那可咋整？这些都是十恶不赦的罪鬼，受刑是天经地义。咱们总不能劝他们别怨恨，别痛苦吧？他们要是不怨不痛，这刑罚不就白瞎了？谁说受刑和消除怨气不能同时进行？既然是摩擦阻力大，那在阳间我们只需要加一点润麻油。润麻油？这鬼魂的怨气还能加润麻油？系统，给我兑换100套高率工业级多功能防爆音响，再给我兑换1吨高纯度薰衣草洋丹菊复合精油。三哥，把齿轮上的粘液清理干净。雷大人、严大人，让你们的兄弟各就各位，咱们准备第2次试运行。林老板，他们这受着刑呢，怎么看起来跟在泡温泉似的舒服？这在阳间叫人性化舒适度改良，罪他们受了，效率我们提高了，而他们的怨气也被我们用最低的成本给净化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源源不断的多余动力去干点真正的大买卖了。林老板，这简直是奇迹呀！今天一整天，300尊石墨愣是一次都没卡过。磨碎醉鬼的速度比以前快了10倍，我那帮兄弟们现在正躺在休息室里喝着冰镇橘子克水，个个都快闲出病来了。是啊，林老板，我那16层地狱送过来的地热蒸汽，压力稳定的很，这高齿轮箱转起来，当真是一丝滞射都没有。不过这石墨转得太快，轴承摩擦，总会产生这些奇奇怪怪的蓝色火星子。本官瞧着有些心惊，这玩意儿不会把本官的蒸汽管给点着了吧？严大人，那不是火星子，那是电。在阳间，这是推动整个世界运转的终极动力。这石墨高速运转产生的大量多余动力，如果任由它摩擦生热消坏，那就是暴殄天物。我把这台高压电磁发焰机接在骨头上，就能将这些多余的动能全部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电能。电能，林老板，这雷电之威乃是天庭雷部天神的刑罚之物。您把这玩意儿收集起来，能干啥用？难不成还要用地府的雷劈死鬼？老张，雷电不仅能劈人，更能照明苦暖。地府的都城魂都终年阴冷漆黑，底层的千万鬼魂一辈子都在寒冷和黑暗中摸索，这叫民生弄点。我要把这石墨地狱发出来的电牵进分都城，我要建起地府的第1座城市电网，彻底照亮分都。林老板，您这想法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可分都城不比我们这些郊区的私立处，那里是十殿阎罗的眼皮子底下，拉起蛛网一般的铁线，必须得经过分都城防司前司令的批准。古板，爱钱，在乎体面。老张，老八，备车，咱们去丰都城，去给这位钱大人送点体面。
林老板，本官知道你有些手段，在奈何桥和王死城搞了那些动静。这里是酆都，是十殿阎罗居所，是天庭敕封的名都。你居然要在本官那古朴残雅的木杆墙上，还要拉起无数的铁线，这成何体统？钱大人说的极是，凡都城的体面自然是重中之重。不过大人，在谈风水之前，小弟瞧着您这大厅确实是冷了些。废话，皇都上是阴之地，终年无阳，守住少守烧的是阴司最好的寿炭，可也只能勉强护住心脉，谁不冷？系统，给我兑换一台工业级大功率10音管电暖翼，外加一个便携式大容道储物空间。这光，这风，竟然温热如阳间的春日一般，连一丝烟火娇气都没有。不需要烧炭，不需要排烟，只要有我那石墨发电器输送下来的电能，它就能源源不断的提供这般温暖。本官在这阴松还是头一次觉得这手脚震得开。林老板，这东西本官要10台，不100台。可问题是，我的电线杆子进不了这迷防都城啊。可那铁线拉在空中实在是太丑了些，万一……谁说一定要拉在空中了？钱大人，在阳间我们早就不用电线杆子了，我们用的是地下综合管廊系统。地下管廊？正是，我们雇佣工程队在街道下方防腐的管埋入地下，地表之上看不见一根黑线，绝不影响酆都城的风水体面。而且大路灯上我们还可以挂上广告灯箱，八爷的物流车队、西城区的酒肆，甚至大人的城防司都可以在上面招揽生意。这广告的税收，大人您独占2成。好。林老板有此奇思妙想，本官若是再阻拦，那就是不知好歹了。这是酆都地下管纲规划特许的许可证。林老板，今夜本官就让程卫军给你开辟施工通道，但你得答应本官，第一条电线必须先牵到本官的后房。那是自然，大人，合作愉快。林老板，俺们工程队这几天干的手都要起茧子了。不过您这防潮绝缘黑龙线可真够沉的，里面的大铜芯子沉甸甸的直压手。三哥辛苦了，这线是高压凯装电缆，外层的橡胶不仅能防潮，还能彻底隔绝地底的阴毒腐蚀。林老板，那雷电之力当真能顺着这根黑管子一路传到瓦都城里？老张，这叫传导。雷电并非法力，而是一种物理能量，只要通道顺畅，它就能无视地府的死气阻隔。林老板，今天下午城防司前司令后房的那台电暖器已经彻底亮起来了。本官刚才路过，那老鬼正躺在热被窝里，浑身冒着热气，爽得直哼哼呢。前司令爽了，咱们的地下管通规划就能顺理成章的铺开。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西市这第一盏不锈钢路灯给亮起来。这光，这温度，生前大唐长安城上元节的灯会，大抵也就是这般暖和吧。都给老子住手！谁敢在这大街上私设邪灯，毁我西市风水，断我等生路！哪来的野道士敢砸我广魂阁的饭碗？立刻把这妖灯给本掌柜砸了！谁敢动一下试试？林老板，大事不妙！您这路灯一亮，不仅能照明，还能散发阳间暖气。这鬼魂们要是都来晒路灯，谁还买他那死贵的鬼烛和纸衣啊？原来是赵大掌柜，失敬失敬，在下阳间行商林凡。听大掌柜的意思，我这路灯是挡了您的财路。林老板，你也知道这是本掌柜的财路，大家靠的都是香火蜡烛、避寒纸衣来维持魂体不散。你这铁棒棒里流出来的雷电邪光，无根无源，算什么祭祀？你这妖光是在坏了我阴司几千年的香火大桶。本掌柜今天就是砸了它，去秦广王大殿里打官司，本掌柜也有理。赵大掌柜，我笑你捧着金饭碗要饭，思想却还停留在农耕时代。你说什么？你说你们卖的避寒鬼烛是香火大桶，可我问你，阳间的活人一年能烧几次香，烧一次纸？这中间风吹日晒，真正能传带到地府被鬼魂吸食的灵力，连1%都不到。你制作粗劣，里面掺了大量的劣质牛爪，烧起来浓烟滚滚，熏得鬼魂们直咳嗽，这就叫低端低效的落后者。那又如何？阳间活人就爱这么烧，你不烧，鬼魂吃什么？大掌柜，时代变了，在阳间我们早就推行环保祭祀了，这叫电子香烛。这东西活人只需要在阳间的寺庙或者家里买上一对，插在插座上，它里面有一块微型芯片，连通着我林凡的3界数据网络。电子香烛，这连个火都没有，怎么传导灵力？所人只需要在阳间扫码，每个月支付极少的一笔订阅费，我林凡的系统就会将100%纯净、无杂质、无烟尘的精纯功德灵力直接划拨到这只电子香烛绑定的鬼魂账户上，不用点火，不用排烟，一年365天，天天源源不断的供给。赵大掌柜，你觉得阳间那些害怕火灾又嫌麻烦的子孙后代，是愿意每天偷偷摸摸烧那些呛人的劣质纸蜡，还是愿意每个月花点小钱，直接订阅我们这永久供奉包？订阅只要每个月付钱，就能天天收功德，还没有损耗。不仅如此，大掌柜，我们还可以合作。这电子香烛我们可以联名，就叫广魂阁父子林氏科技智能长明灯系。这每个月源源不断的订阅费，我林凡分你4成。
林老板，我的好兄弟啊，您怎么不早说呀？这妖灯，呸，这神灯拉得好，拉得妙啊！都特到愣着干什么？把哭丧棒扔了，去把地上的铲子捡起来，帮工程队的兄弟们挖管束。林老板，以后这西市的电线，谁敢动一根，本掌柜当场捏死他！林老板，您真神了！这才短短2天，电子香烛在阳间的订御量已经破了3万单，那精纯的功德灵力直接划过来。现在西市的鬼魂们个个富得流油，连带着咱们的奶茶销量都打着卷的往上涨。是啊，林老板，本关的车队现在白天运阴木，晚上运电缆，手底下的兄弟们顿顿吃香喝辣，这日子搁以前想都不敢想。老张、老八，西市的电网只是试点，只要这套系统铺开，整个欢通城的民生就彻底把活了。陆判大人，陆判大人，地府中央巡查使。大胆凡魂，竟敢私连阴司重地，盗取火山于石墨之力，在函谷城内私设妖道，聚众谋私。张文书、八爷、赵半成，你们身为地府差役商户，竟敢与这阳间凡魂勾结，坏我地府万年法度！本官奉耶罗大王法旨，今日便要将这非法电网彻底拆除，将这凡魂打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区凡人，在绝对的法度面前，你那引以为傲的狡辩毫无意义。动手，给本官将这些铜铁妖物通通砸毁！慢着，陆大人，您口声声说我坏了地府法度，能先请大人过目一下我林氏科技为您呈上的地府中央财政与因果优化报告？以前的石墨地狱设备损耗极大，差役们连年请病假，导致头台队列严重拥堵，这在天庭考评里属于严重的失职。而现在，我们的蒸汽全自动石墨配合 low 飞静心禅音与精油香薰，不仅将惩罚速度提高了10倍，更将醉鬼的怨气当场消散了99%。这不仅让地府的投胎效率提升了8倍，更让阳间转世之人的因果品质大幅提高。天庭巡查司上个月给地府的因果满意，可是几百年来第一次拿了优等。大人，这难道不符合您的天道法度吗？大人，规矩是为了服务十殿阎罗和大人的。您看看这丰都城，阎罗大王和诸位判官大人天天在阴风中批阅生死簿，神魂受阴气侵蚀，苦不堪言。我是在为整个地府的统治阶层提供最顶级的现代化后勤保障。您今天若是砸了这路灯，拆了这管线，明天您准备去跟十殿阎罗大王解释，为什么他们今年冬天还要在冰窟窿里批公文吗？陆判大人，这是城防司钱大人的特许批文啊！林老板，这全是为了咱们丰都城好，完全合规，完全合规啊！这是地府中央工业园区与城市电网特许运营令，从今日起，你的电网建设由地府中央直辖，任何人不得阻拦。多谢陆大人支持地府基建改革。丁，恭喜宿主完成阶段3 18层地域工业化改造与城市电网建设，获得阶段奖励15万交易点。老张，这是怎么回事？电网也通了，路灯也亮了，怎么大家伙看起来比以前更抑郁了？林老板，这您就不懂了。在阳间，活人天天为了衣食住行奔波，脑子停不下来；可在这地府，鬼魂们不用吃饭，不用睡觉，现在身体不冷了，这脑子一闲下来，可就坏事了，闲得发慌。何止是闲，琢磨家里未完的心愿，琢磨阳间子孙有没有少烧纸钱。这位就是闲的开始想他那刚过门会就守寡的娘子了，这哭的魂体都快散了。我懂了。身体上的寒冷容易起散，但精神上的虚无才是最致命的毒药。丁，数码娱乐与高新文化目录已正式解锁，系统给我兑换10台静音全自动家用麻将机，外加100副高杆子亚克力麻将牌，200副高将扑克牌。走，老张、老八、赵大掌柜，今天晚上我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灵魂救赎。林老板，您大半夜的把我们几个叫来，就是为了看这尊铁盒子？这玩意儿能解决千万鬼魂的精神虚无，这叫麻将，4人一桌，斗智斗勇。今天晚上我亲自教你们规则，谁也别想走，不打满8圈，谁要是敢退出，明天的奶茶和纸烛份额全部减半。白板，老子不要白板！张老头，
该你了，快点出牌，别磨蹭！老八，你催个屁！本官这在研究这胡牌的运势呢。清一色，老夫这把要是胡了清一色，林老板，您那忘忧奶茶可得免费送老夫10杯。碰，不好意思，赵大掌柜，截胡。哎呀，我的9条啊，怎么就给你碰了呢？再来，今天不把这盘子翻过来，本掌柜不睡了。果然，无论是阳间的活人，还是阴间的死人，在麻将这种终极精神麻醉剂面前，防御力通通为0。你们身为环都城的栋梁与体面，深夜不思本职，竟然在此聚众赌博，玩物丧志！还有你，阳间来的奸商，你先是用那些怪异的铁线和路灯毁我环都城风水，现在竟然又用这等奇巧淫术的玩物诱导我环都鬼魂沉沦！你这是在将我整座红屯城变成一座藏污纳奏的赌博之城！本官今日便要联名上述10殿阎罗，治你一个蛊惑阴司、败坏风度之罪！司马大人，久仰大名。只是在您定罪之前，小弟能不能先请教您一个关于心理健康与认知障碍的学术问题？林老板，你莫要用这些奇奇怪怪不入圣贤之流的古怪词汇来糊弄本官。本官活了数百年，读的是圣贤书，明的是天平理。你这铁盒子就是叫人沉溺、叫人好赌的魔器。大人，您既然明的是天小理，那在下便跟您讲讲这地府的物理。这些鬼魂每日不吃不喝，身体不冷，在这漆黑冷清的洪多城里，他们该干些什么？自然是每日3想无身，反思生前过错，默诵圣贤经典，以敲早日洗净罪业，投胎转世。大人，您这是在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千万普通老百姓。生前他们只是种地的农夫、卖豆腐的货郎，甚至目不识丁的脚夫。你让他们每天枯坐在这冷冰冰的石头城里，没有任何娱乐，没有任何消遣，结果是什么？这在阳间精神内耗，在我们这儿叫做重度抑郁。我这不叫赌博机，这叫益智类手眼协调精神疗愈仪。什么疗愈仪？一派胡言！这在阳间是最顶级的预防灵魂老年痴呆的益智运动。我们不赌真金白银，不赌明钞，输赢只算忘忧积分，赢了可以兑换1碗热奶茶、1支华子仙草。大人，您说说，这怎么就叫玩物丧志了？这手刚摸上那温润的骨牌，脑子里竟然全是碰和吃，那些烦恼当真是烟消云散了。一派胡言！圣人有云，巧言令色，鲜矣仁。本官不信你这区区铁疙瘩能有什么益智之功。司马大人，既然您不信，那咱们不如打个赌。哼，赌什么？本官岂会与你这商贾同流合污？大人，您生前也是饱学之士，想必精通双联六博等。那是自然，本官生前在骑射里也是罕逢敌手。那好，大人，您敢不敢坐下来跟小弟试一把？本官便陪你这商贾玩上一局，也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趁早滚出我凡都净土！您只管摸牌出牌，有不明白的，老张在旁边给您指点，请。这不对呀！若是本官出了这张3条，下家便极有可能吃牌。按照刚才林老板说的概率，大人，打这张是安全牌。去，少来指手画脚，本官吃过的盐比你见过的鬼都多。不要疯，不要挑，本官要的是……哈哈哈哈哈！胡了，清一色，本官这可是清一色大胡啊！那什么，本官只是一时失手，有些激动。林老板见笑了。这就是我说的灵魂救赎。大人，字您看是不是可以签了？林老板，你这奇巧一术，倒真有几分净化执念、安抚神魂的妙用。本官认准了你这许可证。林老板，按照您的吩咐，这面通灵白壁已经刷完了。可俺老三琢磨了半天，您弄这么大个空屋子，摆上这么多椅子，到底是要干啥？难不成是要请全城的鬼魂来这儿坐着叹气？三哥，叹气解决不了精神虚无。我今天带大家玩的叫视觉净化。林老板，小人听说过阳间的皮影戏，也见过那些走马灯。您这大镜筒子里，莫非也能放出皮影来？这凡都城的鬼魂个个死气沉沉，怕是没几个人愿意花零食来看戏。老张，皮影戏是人演的，我这放的叫人生。咱们都死成鬼了，还看啥人生？正因为死成了鬼，才最执着于人生。老八，去把西市大街上的路灯调暗，
老张，把司狱处和城防司那些天天唉声叹气的鬼魂们都给本老板请进来。张文书，这林老板又在搞什么名堂？本官好不容易在西市的大鱼塘里糊了一把大四喜，正要乘胜追击，硬是被你给拉到了这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司马大人，您就安心坐着吧。林老板出手向来是惊天动地，今晚保准让您大开眼界。怎么回事？莫非是恶鬼偷袭？黑漆漆的，吓死鬼了！当年也是为了倒腾木头，连俺娘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啊！真是个畜生！是说不是的，老夫生前攒了那么多金银，死的时候却连一个给老夫哭丧的亲人都没有，要这些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圣贤教了我一辈子道理，可我连自己的至亲都护不住，我读这书有何用？有何用啊？诸位，这就是3界影院2小时的灵魂洗礼，哭出来，把你们生前的遗憾和憋屈哭出来，哭完了，神魂通透了，你们才能安安稳稳的去过那奈何桥，投个好胎。谁是林凡？谁是这劳什子电院的掌柜？给本官滚出来！在下便是。葛大人，何事如此惊慌？何事？你还好意思问本官何事？今天早上，本官的轮回司门口突然堵了几万个鬼魂，他们个个痛哭流涕，口口声说自己大彻大悟，放下了执念，死活要抢空着今天过桥投胎。轮回司的传送阵都快被挤爆了！你这影院到底施了什么妖法，一下子度化了这么多顽固的怨鬼？本官这加班饭都没着落，你知不知道你造成了严重的轮回拥堵啊？林老板，本官不管你这影院施了什么法术，今天你要是不给本官一个交代，本官就算凭着被崔百文责罚，也非得把你这大铁盒子给封了不可！哎呀，葛大人，您消消火，先消消火，来喝口林老板特供的温热乌龙茶。这大热天的，这大冷天的，您跑这一趟多不容易呀！喝茶！本官现在连上吊的心都有了。你们知不知道轮回司现在是什么情况？我那轮回司平日里一天也就登记几百个投胎的，可今天倒好。从你这影院里出来的小鬼，个个哭得跟泪人似的，一出大门就往我那儿冲，口口声声说自己大彻大悟，放下了执念，死活要今天投胎。林老板，我那办事大厅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我手里就3个登记小吏，手都盖章盖得脱臼了。轮回镜由于运转过载，现在直冒黑烟，再这么下去，非得炸了不了啊！葛大人，这说明林老板的电影效果好啊。这不是帮咱们地府提高办事效率吗？效率个屁！这叫高通查过载，这叫严重的轮回拥堵。葛大人，您先别急。在阳间，我们管这种现象叫做瞬时流量暴增导致服务器瘫痪。这确实是我的疏忽，没有做好流量预案。葛大人，只要我们引入一套智能排队与数字预约系统，这个危机瞬间就能变成地府最大的壮收项目。林厂长，林老板，这记成什么样了？轮回镜一炸，咱们西城区的转世业务就得彻底瘫痪。三哥，带人把这3台自助取号机和那块 LED 排队显示屏给架起来。老八，安排你的车队把门口的通道用不锈钢隔离带拉开。得嘞，林老板。全体鬼魂静一静！从现在起，轮回司取消纸质排队，所有人必须在入口处的取号机上触摸屏幕，领取属于自己的投胎号牌。这是投胎凭证，上面写着你们的号码、前面等待的人数以及预计的投胎时间。走走走，先取号去。天啊，
不起了，真的一个鬼都不起了。林老板，葛大人，既然问题解决了，这轮回后头厅与自动排队系统待运营协议，签，必须签。林老板，以后这轮回司的后勤和排队全听您的，谁要是敢跟您过不去，本官第一个不答应。林老板，您这笔和纸当真是精妙绝伦。不过您大半夜把老夫从大戏院里请过来，还备这等文房至宝，莫非又是想让老夫帮您写什么规划书？夫子，写规划书是小事，今天找您来是想请您出山，担任我屯都城第一任3届职业技术校的校长，教的识字算术、现代会计账簿以及基础机械维护。林老板，老夫虽然落魄地府，生前也是饱学之士，教的是圣贤之道，明的是治国安邦之理。您现在竟然要老夫去教那些目不识丁的粗鄙野鬼如何拨算盘，如何修理一些冰冷的铁管子，这简直是斯文扫地，是对老夫莫大的羞辱。韩夫子，那小弟倒想请教一下，您口中的圣贤之道，在阳间可曾免去了隋末唐初的那场兵荒马乱？可曾让那些因为战火横死，如今正在枉死城里瑟瑟发抖的无辜百姓吃饱过一顿饭？那是世道无常，非是圣贤书之错。圣贤书没错，这些鬼魂生前大都是农夫脚夫，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韩兄啊，林老板这话虽重，但理是不差的。圣贤之学也是有6要的，其中术便是算法，教百姓识字算术也是大功德一件啊。你瞧瞧老夫，自从跟林老板合作了这大鱼厅，本官的心境反倒比以前死看律书时通透的多了。老夫被你说服了，就算老夫肯教，那些目不识丁、愚笨粗俗的孤魂野鬼，又怎会甘心每天坐着听老夫讲课？他们宁可去大鱼厅摸麻将，也不会来这夜校看一个字。夫子放心，他们不仅会抢着来，甚至还会因为拿不到入校名额，跟我们塞零食。林老板这是又要干啥？难道又是新店开张，要免费发神面啦？不晓得，你瞧那横幅，什么学校不学校的？难不成林老板要教咱们这些死人念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都城的老铁们，大家晚上好！今天荒都第一职业技术夜校正式开学。我知道大家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觉得念书没用，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知识变现计划。从今天起，只要报名夜校，一律免除学费。凡是能通过韩世子亲自考核获得基础识字与初级算术结业证书的鬼魂，月薪直接以下品零食结算。林老板，你这因利导致的手段，当真是鬼神莫测。林老板，你在西城区怎么折腾，本公子不管。但这呼诸城也是有尊卑有比，这些贱骨头生前就是本公子府上的家奴佃户，死后也理当在本公子的宅子里抬轿子。你教他们识字算术，让他们当账房，那谁来给本公子当奴才？林老板，本公子敬你是崔坛官眼前的红，才亲自来跟你讲这地府规矩。这些低贱的鬼魂生前就是本公子府上的家奴，死后自然也生生世世是我魏家的私产。你教他们读书算术，莫非是想造反不成？魏公子，大唐开国功臣的后裔，名头确实挺强。不过小弟想请教一下，大唐武德年间的地契和奴契，在秦广王大殿里还能作数吗？你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这里是幽冥阴司，凡人死后爹是空魂一具，你魏家在阳间的爵位早就随着改朝换代成了黄土，在阴律面前，除了阎罗天子敕封的官职，谁有高低贵贱之分？你魏家子孙年年给你烧纸钱，让你在这东区当个富家翁，但说白了，你无一官半职，不过是个混吃等死、靠祖宗阴报的钉子户。凡人，你少跟本公子扯这些阴律，没有本公子的允许，他们谁也别想走出魏府半步。本公子不差他们那点工钱，本公子就是要他们抬轿扫地。魏大少，你之所以用奴才，是因为你觉得不用白不用，但在商人的眼里，你这种管理方式愚蠢且效率极低。愚蠢！一个被迫劳动的奴才，干活丢三落四，他扫你的院子要花3个时辰，而且满心都是怨气。这怨气聚在你魏府，迟早坏了你魏家的气运。但如果他们在我这儿学会了算术、开机器，每天赚了红烧牛肉面和零食，他们可以用这些物资向你赎身，甚至向你支付高昂租金。你不用动一根手指，每个月就能收到源源不断的高值货币。魏公子，你是想留着一群天在背后诅咒你的怨鬼当奴才，还是想躺在家里当一个每个月坐收高额零食租金的地府大房都？哼，林老板真是好口才，
但本公子差你那点零食吗？本公子在东区的体面，岂能用几袋面条来衡量？系统，给我兑换一只顶级定制版镂空透底双轴陀佛轮机械怀表，配上18K 金雕花表链，扣潮80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到储物空间。这到底是什么仙家法宝？里面的齿轮竟然如此细如牛毛，且能不借任何法力自行旋转。魏大少，这叫时光之轮，在阳间只有最顶级的皇室贵族在举行大典时才有资格佩戴。它能将时间的流逝精准到每一丝、每一秒。只要你同意你府上的家奴来夜校上课，这只表便是小弟送给公子的见面礼。哎呀，林老板，您真是太客气了。本公子刚才也就是来跟您开个玩笑，这夜校办得好，办得妙啊！本公子第一个支持。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林老板把报名表填了？谁要是敢偷懒不念书，本公子当场抽死他！林老板，以后这夜校有谁敢来砸场子，您直接报本公子的名字。林老板，有教无类4个字，老夫读了1倍书，今日才在您这儿看到了真正的圣贤大同啊！丁，恭喜宿主完成阶段4文化教育与精神娱乐体系建设夜校完美竣工，获得阶段奖励15万交易点，当前总资金45万交易点。大型城市规划与生态基建目录正式解锁。吃喝玩乐都解决了，老张，接下来咱们去城外，给这酆都城扩建一个地府浦东新区。林老板，我的亲爹呀，咱们西市的电网和业政正火呢，大半夜的，您怎么跑到这环都城外的流放废土来了？老张，你看看这些鬼魂，环都城内的地价高的新人，他们进不去城，只能在这荒野里倒死消散，这就是最典型的底层住房危机。吃喝玩乐和教育我都给们解决了，现在我要在城外这片废土上，为地府的底层鬼魂盖一座真正现代化新城——酆都浦东新区。林老板，您这算盘打得大，本官佩服。可这城外荒野不仅阴风暴肆虐，普通建筑一晚上就会被吹成碎渣。更关键的是，他们个个穷得叮当响，连买碗奶茶都要咬碎牙齿。您就算在这盖起了10楼，他们拿什么来买？拿什么来租？这买卖怕是得赔个精光啊！老八，在阳间，我们管这叫保障性住房开发。房子我用轻钢和高强度混凝土来盖，任它什么阴风也吹不动。至于资金问题，我会在这新区里推行地府第一套住房公积金与按揭贷款系统。哪里来的阳间俗人，在老子的地盘上指手画脚，还要在这荒野上盖房子？你问过老子没有？这位大王，怎么称呼？听你的意思，这城外的地界是你说了算。别误会，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带你转型升级做大开发商的。系统，给我调出大型城市规划与生态基建。这是什么仙家洞府？竟然没有一丝阴风透过去。鬼王，大王，不如带着兄弟们进来，我们暖和暖和。这里面竟然连一丝风声都听不见，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暖和、这么舒服的屋子？鬼王，这叫样板间。以后在这片荒野上，我会盖起上百栋这样的现代高层公寓。如果你跟我的工程队合作，当这新城区的黑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物业管理？没错。以后那些住进新房的鬼魂不需要再交什么窝囊的避风税，他们交的是物业管理费。你带着你手下的兄弟们，穿上最干净的制服，拿着高档工夫铲，负责新城区的治安巡逻和卫生清扫。我按月给大王您发高档52度二锅头、华子仙草，外加新城区的物业费2成分成。大王，您是想一辈子在这山洞里当个吹冷风的土匪，还是想跟小弟一起当一个受全城鬼魂尊敬、躺着日进斗千的物业大亨？林老板，俺老师活了几百年，今天才明白什么叫体面。这物业大郎，老子当定了，谁要是敢耽误林老板建新城，老子一斧子劈了他。林老板，您这盖房子的速度，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这地底的蒸汽动力一上来，工程队连夜就能搭起一栋楼来。老八，盖房子只是第一步，工业化组装本来就是这个速度。林老板，
小人知道您手段通天，可这地基越打越大，要盖的可是几万套房子啊！您之前跟那些流民鬼魂承诺，说按揭他贷款公积基金入伙，他们个个穷的连买瓶饮料的零食都没有，手里只有阳间捎过来的扁鹊连民怨不收的破烂纸钱。老张，在阳间，这叫房地产金融信用体系。谁说我要让他们一次性付清了？不用一次付清，那他们拿什么买？从今天起，凡是在我夜校毕业，在广魂阁车队和石墨工厂里上班的鬼魂，我会将他们月薪里的1成强行扣除，存入他们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至于剩下的房款，我会设立地府第一家专门金融机构——3界建设银行，由银行出资垫付，给他们办理30年期分期按揭贷款。他们每个月只需要用劳动换取来的积分，偿还一小部分贷款利息。30年，林老板，他们可都是死过一次的鬼魂啊！万一他们还不起跑了怎么办？跑？老张，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还能往哪儿死？在这地府里，他们没有护照，没有通关文书，一辈子都得待在丰都。这儿是全地府最安全的优质资产。30年的房贷能把他们跟我们的工业、物流和夜校死死绑定一辈子，这就叫信用庇护。林老板，本官知道你在西城区有些手段，连崔判官和陆判都给你写了刑伤令，但地府的规矩大不过天。金大人，在您砸我这电网和银行之前，能不能先请大人过目一下贵司杜卫司那本已经快要亏空上百亿的中央坏账单？你胡说什么？杜卫司掌管地府万年财罪，何来坏账一说？金大人，明鬼不说暗话，阳间的活人清明重阳一烧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的纸钱，这些毫无杂质、通胀到极致的劣质纸钱涌入地府，导致你们杜之司发行的官方名钞扁变得跟废纸一样。底层游魂宁可去当流民，也不愿意赚你们杜之司发出来的纸名钞，因为拿了它，连一瓶热奶茶都买不起。大人的杜方司库房里现在堆满了成千上万吨的通胀废纸。林凡说的是杜之司最核心的秘密，也是他这几百年来最大的天头痛。明钞通胀无解，地府的财政早已千疮百孔，纯属靠着天庭的一些拨款死撑。那这也是阴司定数。你私设银行就能解决这通胀不成？凡是买房的鬼魂，必须在我的工厂、你的杜之司企业里劳作，他们的每一分劳动价值，都与我们阳间电子香烛注入精纯功德直接挂钩，这叫实体资产本位制。我不取代大人的杜方司，相反，我邀请杜方司入股，成立公私合营地府中央银行。大人，杜方司独占合资建营3成的原始干股，以后整个地府的货币法和房贷税收，大人您都有一票否决权。这当真能稳定地府的货币？大人，签了字，明天大人的主寝大殿便能装上地府最顶级的地热暖风和全自动按摩椅。林老板，我的好兄弟啊，这合资建银办得好。至此，地府的第一家金融命脉正式被他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下一位，别急。说你呢，那个吊死鬼，把你舌头收一收，别把合同弄湿了。谢谢张大人，谢谢林老板，老子在这荒野里冻了100年，今天终于有属于自己的热炕头了。林老板，这30年房贷一推行，咱们手底下的工程队和物流车队瞬间就多了几万个不要工钱只要还房贷的拼命小行。可本官瞧着，这城外荒野的阴风暴虽然被您的双层玻璃挡住了，但时间久了，这天地间的阴煞之气还是会渗透进楼房里。大楼里不通风，阴气聚集，这些鬼魂在里面待久了，神魂还是会被侵蚀，变得暴躁失控。老八，你说的这个问题在阳间叫做城市生态失衡。新城区通了电通了水，但还缺少最核心的一环，生态绿化。绿化？林老板，别开玩笑了，这地府那些带剧毒的幽冥彼岸花，普通阳间的树种下去，半个时辰就会枯萎化为飞灰。阳间的种子确实不行，但如果是天庭御花园里的仙种呢？老八，你在这里盯着进度，我去一趟五指山，去给我大哥要点种子。哎呀，林凡兄弟，你可算来了！俺老孙这游戏机里的俄罗斯方块昨儿打到了最高关，硬是被那卡卡罗特的画像给挡住了。你给俺瞧瞧，是不是这铁盒子坏了？猴哥，那是通关画面。今天小弟来是想跟大哥讨个能救地府几百万鬼魂命的宝贝。要宝贝？俺老孙现在被如来老儿压着，浑身除了这几根毫毛，哪来什么宝贝？大哥，您当年在天庭当齐天大圣的时候，不是看管过蟠桃园和御花园吗？
我听闻大圣当年神威盖世，看中什么宝贝随手就拿。不知道大圣手里可还有当年从天庭御花园里顺出来的能抗干旱、能抗阴寒的仙草奇花种子？好你个林凡，连这陈年往事都给俺翻出来了。嘿，你还真问对鬼了。当年俺老孙在天庭见那御花园里的绿朴仙种长得水灵，便随手抓了几大包，埋在俺花果山水帘洞后面的石缝里。你拿着这根毛去花果山找俺的刘元二帅，就说俺老孙吩咐的，让他们去石缝里把那几包仙种给你掘出来。那仙种乃是天庭神土培育，别说你地府那点阴寒，就是丢进八卦炉里，也未必能烧得死。多谢猴哥，等新城盖好了，我给猴哥建一尊最大的全身金像。林老板，不好！这地府的土阴毒太重，连这天庭的仙种也扛不住啊！林老板，本官就说不行。这城外荒原的土里积攒了千万年的死鬼骨灰和硫磺毒火，没有干净的肥料和温热的净水滋养，任何生命在这儿都活不长久。我有明镜湖的灵水管道，至于肥料和泥土，地府每天产生大量的只会恶鬼碎骨和生活粪渣。老张，去把西城区清障司的韩长官给我叫过来，我要在阴高城外建地府第一座现代生态肥料与垃圾处理循环工厂。林老板，您这胃口真是什么脏活累活都敢接呀！林老板，小人把清障司的韩大司给您请过来了。这地方实在是太脏了，多待一刻，小人的魂体都要被这脏灰给熏黑了。怎么，林老板放着大鱼厅和新城区不待，跑到本官这鸟不拉屎的垃圾山来，也是想来学扫地不成？韩大人，我来这里不是来扫地的，我是来跟大人谈合作，把您这整座垃圾山变成金山。金山，林老板，你莫不是在新城区赚灵石赚疯了吧？这山里堆的全是阳间烧过来的万吨废纸灰，地狱里磨碎的废纸，还有那些无主野鬼的脆骨头。这地方连最毒的彼岸花都不长一根。你跟本官说要把这脏东西变成金山，你脑子坏了吧？韩大人，这在阳间不叫脏东西，这叫高活性有机碳与高浓度矿物质钙。这些纸灰富含木质碳，碎骨里全是磷离肽。只要用我的液氧发酵与有机肥加工设备，配上明镜湖运送过来的灵泉水，不出3天，我就能把这几万吨废渣全部转化为地府最紧缺的高档生态灵肥。林老板听起来倒是个发财的道子，但本官凭什么要跟你合作？这垃圾山是杜方司划给本官清障司的地界，本官手下这几10个兄弟就指望着每天来这儿扫扫地，向杜方司领那几罐维持魂体不散的清障补贴。再者说，偶尔有城内的大户人家来这扔些违禁的赃物，本官还能收点封口费。要是按你说的，把这儿弄得干干净净，本官的补贴没了，封口费断了，林老板，你这是要砸了本官的饭碗呐！韩大人，您跟我谈饭碗。杜蛛丝发给你们的那几罐纸明钞，现在贬日的连一碗热奶茶都买不起。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兄弟，个个神魂残破，大半夜的还在阴风里用竹子扫帚扫灰，这就叫体面的饭碗？大人，我今天来不是来抢你的预算，我是来帮你升官发财的。林老板，只要大人签了字，同意将这废渣改建为丰都环保与绿能资源管理局，以后整个魂都城的垃圾全由大人的新局部回收，生产出来的生态灵肥由我林凡的3届晋升银行统一采购，用于新城区的绿化和耕作。这灵肥卖出来的钱，杜仲司拿不走1分，我跟大人的新局3/7分账，你拿30%，作为局里的专属环保津贴。以后你手下这些兄弟环保不用再扫灰，他们1箱红烧牛肉面，1包火腿肠，外加冰镇汽水，无限量供应。林老板，您说的是真的？能吃上神面？不仅能吃上神面，还能穿上最干净的银白色制服，受整个环都城鬼灵的尊敬。林老板，你这机器真能把这些脏灰变成灵肥？这地府万年来可从未有过这种奇迹。三哥，倒一车废纸灰和碎骨进去，给韩大人开开眼。好嘞。神迹，这是神迹呀！老夫在这儿扫了几百年的灰，做梦都想不到，这脏东西竟然能长出活生生的叶子来。林老板不，林爷爷，这字老夫签了。清障谷以后就是您的环保局，老夫这便带兄弟们去装配机器。
林老板，小人在这地府当差这么多年，天天踩着的都是冰冷高脚的黑色公土，真没想到这鬼地方竟然也能有这般温润暖和的草地。是啊，林老板，本官手底下的兄弟们现在每天下班了就爱来这草地一大躺，这新城区的嘴里全是灵气，浑身的疲惫都没了。老八、老张，城市规划生态是最基础的，净土。黑山老祖，这位万年不出的老祖宗，怎么到这儿来了？凡人林凡，你在这荒野里建房行商，本族本不愿理会，但你竟敢在这城外私指天庭仙种，强行驱散地府至阴之气。你可知本族与我黑山一脉，万年来都是靠着极阴寒气淬炼神魂，修行玄冰阴功。你这老狮子新城区，将阴煞之气净化得一干二净，已经断了我黑山一脉万年的修行根基。今日本族便要将你这暖和的新城彻底冻成废墟。怎么，凡人到了此时，你还要用你那凡间的巧言令色来挑衅本族吗？前辈，我林凡是个商人，商人最擅长的事就是帮客户发现并解决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绝症。绝症。每逢仔细时，这基因爆发，便如万针穿心，神魂僵硬，不得不说深度假死来避满。这就是地府修行之人的悲哀。那又如何？本族生在阴司，修的是阴功，不惜这阴寒之气，本族早就在这地府消散了。以前没得选，现在我林凡带了阳间最顶级的理疗方案来，系统给我兑换一套全身理疗舱，外加1桶药浴精油。大人，进这舱里躺上半个时辰，如果您身上的寒度没有缓解1成，我林凡当场自刎，在这奈何阁下。林老板，您真是妙手还春的神医呀！本老祖这2000年的寒疾，竟然瞬间好了1成。前辈，这只是一次体验，只要您同意我这新城区的绿化建设，我会在新城区的中央为您黑山一族专门建立一座地热温泉静修度假村，无限量提供这太赫兹理疗和温泉药浴，告别这寒毒之苦。大人，您看这生意必须签。林老板，以后这新城区的绿化，要是敢毁坏一棵草，当场用玄冰掌将它化为飞灰。林老板，今天这日子，小人活了几百年，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咱们分都新城区一期工程，今天可就正式落成剪彩了。是啊，林老板，您瞧瞧，台下那些拿到红钥匙的流民鬼魂，个个哭得跟什么似的。您的住房按揭贷款系统，今天一天就放款了5万的。老张、老八，这只是个开始。新城区落成了，往后咱们的生态、交通、金融才算是彻底连成了一体。贫道奉玉帝大天尊之命，特来这阴司废土巡查一二。下官参见大圣仙官，不知金星大人亲临，下官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你便是那传闻中闹得名思翻天覆地的凡人林凡。在下林凡，见过金星大人。林老板，大天尊在天庭近来听闻地府气运大变，本以为是十殿阎罗改了法度，却没成想竟然是一个凡人在这阴司地底建起了这般不属于3界的奇妙城池。但这地府乃是受刑宵夜之所，天道定数，已将这苦难之地改建得如此温暖，怕是惩戒之规了。仙官说笑了，在阳间我们做企业管理有一条铁律，最优秀的管理不是惩罚，而是预防。预防？就是
地府以前的管理方式简单粗暴，醉鬼在石墨生中受尽折磨，带着漫天的怨气去投胎，这导致阳间的新生儿戾气极重，烧杀抢夺不断，有传阴静心。在投胎前有电影消消执念，他们高高兴兴的投胎，杨廷因果考核连续拿优，神仙们的工作量也减轻了大半，这叫三界供应链源头净化。好茶，当真是三界绝味。林老板，你的脑子和嘴皮子贫道确实服气，可即便贫丹被你劝服，又凭什么要放任为你这新城？系统，给我兑换10箱天庭尊享版全自动足脊及颈椎按摩仪，100瓶至纯冷水孤莲沙龙香水，扣除2000交易点，商品已发放。金星大人，这叫天庭贡品。天庭的神仙们修行了成千上万年，神魂虽然强大，但身体和精神其实早已僵硬无聊透顶。只要大人在御前帮小弟美言几句，众神有了解压的宝贝，而大人的功劳也将在御前名列第一。贫道刚才那也就顺道开个玩笑，这新城区办得好，完全是为大天尊分忧令嘛。林兄弟，以后天庭那边的销路和关系全包在贫道身上，谁要是敢跟林兄弟过不去，就是跟老道我过。丁，恭喜宿主完成阶段5大型城市规划与生态基建，韩都新城区与天庭贸易线完美竣工，获得阶段奖励15万交易点，当前总资金600万交易点，金融主权与垄断烂路正式解锁。数字阴经明超1天庭灵石。林老板，我的亲老弟啊！您这数字阴经一发行，西城区的金融状况简直是一夜回天啊！那些原本堆在库房里发霉的纸明钞，现在全被咱们收回来，当成废纸去造肥了。这地府的物价竟然破天的稳定了下来。金大人，稳定物价只是第一步，货币发行权在手，这只是掌握了地府的内循环。接下来，我们要把手伸向这三界最核心的财富——阳间功德。林老板，您说的功德，那可是天庭功德司私自攥在手里的垄断物啊！凡人烧香，功德先到天庭，再由天庭核算成微乎其微的灵力额度，分发给我们地府。你要动这个，是在挖天庭的税收根基啊！我的方案是绕过天庭，直达结算，利用我们在阳间推广电子香，凡人在阳间扫码功德符，是直接进入我们三界建设银行的结算通道，我们直接折算成数字阴经或者实物功德券，1秒钟划拨到地府鬼魂的账上，这叫第三方独立支付。天庭若是想跟我们抢，除非他们把阳间所有的庙宇都给封了，但这可能吗？天庭直达结算，林老弟，这要是办成了，咱们地府杜章司可就彻底摆得财政失诈了。可天庭功德可若是发现了，非得用雷部天兵来平了我们银行不可。老金、老张，大军压境确实可怕，但如果天庭自己的钱包也在我们银行手里，老八备车，我去一趟武山，去干见我大哥。下一步的金融反垄断，我需要他的全力配合。猴哥，您玩得开心就好。今天小弟来是想跟大哥汇报一下地府的最新战果，顺便跟大哥商量一下天庭那帮神仙的钱包问题。神仙的钱包，兄弟，你这心可真够野的。俺老孙当年打上灵条宝殿，也只顾着砸人，你倒好，想去抢他们的兜。现在天庭功德司的税收被我们截留了1成，他们已经开始派人来查账了。哈哈哈哈，妙啊妙啊！林凡兄弟，你这一招比俺老孙当年那18000斤的金箍棒还要毒，你这是生生把玉帝老儿的钱袋子给剪了个口子啊！哈哈哈哈。不过兄弟，那天庭功德司的主事乃是武曲星君，那老鬼最是贪婪刻薄，又掌管天兵天下的军费，你动了他的功德账本，他非得用天兵天把你生撕了不可。猴哥不用担心，停了我一套。他手底下的那些天兵斗将在动手之前，会不会先问问他，把他们的养老金赔给他们？好，打得好，吃俺老孙一棒！哈哈，林凡兄弟，你这街头霸名的铁盒子真是不赖，俺老孙今儿个把那红杜洞的小白揍扁了10次，痛快！我的天哪，林凡兄弟，你真是个怪物！不，你比俺老孙见过的所有妖魔鬼怪都要可怕1万倍。要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有你当军师，俺直接把天庭给收购了，还用得着在这儿挨如来这500年的嘴巴子？阳间俗人林凡，你私设鬼行，勾结冥司，截留阳间香火功德，中饱私囊。大天尊有旨，今日便要将你这凡俗银行查封，将你押解至天庭功德司受审。如敢反抗，雷部众神当场让你灰飞烟灭。哎呀，那白毛鸟，原来睁大你的鸟眼看看，这是谁的地界？你敢动俺兄弟一下试试？老子这一声吼，信不信直接把你全身的毛都震秃了当夜壶？孙悟空，你这妖猴已被如来佛祖用法肘死死压在这五行山下500年，你至今冥顽不灵，竟然还敢插手天庭功德司的公事，你这是在自寻死路！哎呀呀，白毛鸟，俺老孙看你是2000年没挨过揍，皮又痒了是不是？俺今天就算把这五指山震出个窟窿来，也非得生撕了你不可。猴哥，消消气，
为了一只白毛鸟，气坏了身子，不值当。既然他是天庭派来查账的，那咱们做生意人，自然是用生意人的规矩来跟他对对账。贺使者，您说我私设银行，截留阳间香火，扰乱了天庭的金融。但您在来这五指山抓人之前，可曾跟你们功德司的主事武曲仙君核对过天庭天兵营上个月的理财分账？理财分账那是何物？本仙只管奉旨查封你那鬼行。使者，睁大您的眼睛瞧瞧，这是托塔天王李天王手下先锋营李将军的户头，这是雷部24位天军座下持锤六师的联名户头，还有这一大串是你们功德司内部那几十个跟您平位，甚至比您还要高一级的仙官私底下设立的3界剑银白金特权理财账户。使者，天庭公司的俸禄贬废得多厉害，您比我清楚。他们辛辛苦苦攒了几百年的功德，全存进了我的银行里。你今天若是奉旨查封了我的银行，明天这3界建设银行信用破产，他们的保值资产全部化为飞灰。使者，您觉得等李天王先锋营的那些天兵、雷部天天吃沙子的力工，以及你们功德司那些贪财的同僚们反应过来，他们是会怪我这破产的凡人商人，还是会直接拎着刀去大人的府邸前问问大人为什么要断了他们的养老金？这不可能！他们身为天仙，岂会贪图你这凡俗的几分利息？使者，在阳间这叫趋利避害，大家天天当差，无非求个修行圆满。您天天帮五巡星君跑腿、查账、得罪人，一年到头拿的那几颗低等灵石，怕是连买个好一点的蒲坛都不够吧？大王前辈，只要您在这3界剑营合规审计白皮书上签个字，证明我手续合法，账目清晰，并无任何逃之逃税行为，小弟当场为您在银行内部开辟一处首席白金孙享账户，月息50块地府精纯数字阴金。同时每月我还会派8爷的车队，将阳间最顶级的鲜茶、法国高定制冷小仪分文不差的送到您的府邸前。这报告就写西城区金融特区建设传备数据真实，大大减轻了天庭因果司的轮回考核，建议大力推广。大人，您拿了业绩得了面子，底下的同僚们保住在钱包。干了！林老板，您真是体恤下情啊！这账目本仙爱瞧着清楚得很，毫无半点纰漏，合规，绝对合规。痛快，太他妈痛快了！林凡兄弟，俺老孙活了500年，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能用一瓶甜水和几根铁管子，把天庭功德司的特使给生生收买的，连妈都不认识的。这就叫利益一致性。当所有人都是我们银行的股东，我们就是3界最大的主权。猴哥，地府和天庭的线，我算是彻底理顺了。接下来我要回去丰都。去吧，兄弟，等俺老孙出来。那是自然。猴哥保重。这当真是天庭功德司的合规大印？林老弟，您不仅没被那白帽仙官抓去天庭问罪，反而让他们给咱们银行签了合规批文。小人活了几百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凡人能把天庭功德司的特使给反向收买的。您这手段真是不给神仙留活路啊！老金老张，在阳间的经营学里，这叫大道不能倒。当全天庭一半的神仙都把养老金存在我们银行时，天庭的律法自然就会为我们做出合理的修正。天庭的口子已经撕开了，接下来我们要走这3界大倒废计划最核心的一步，确立数字阴经的3界唯一结算货币地位。林老板，您这是要强行在整个西城区乃至地府各界废除黄金和灵石交易？没错，从明天起，地府所有的进入口贸易，无论是阳间的纸扎香火、东海龙宫的深海矿石，还是各路妖界的修行资源，一律不准直接用金银或灵石结算。想要买地府的物资，必须先将金银存入我们3界建设银行，兑换成数字阴经，再用阴经进行结算，这叫掌握定价权。放肆！一个阳间的凡俗商贾，竟敢要我东海龙宫用你们那些虚无的数字来结算我龙族的万年金银！好老鬼，睁大你的龙眼看清楚，这里是3界监设银行总部，是崔判官和陆判大人特批的金融特区。你敢带兵闯进来，是想跟我们工程队开战吗？鬼眼3，凭你也配跟本官谈开战？我东海龙宫自汉代起用的都是真金白银。林老板，你数字阴经本官听都没听过。本官今天拉了10车深海黑铁矿机送来稀释，你要是不给本官现成的1万两纯金或者等价的极品灵石，本官今天不仅要拆了你这破银行，还要切断东海到地府的所有海运横。敖使者，你龙宫富甲天下，掌握着3界90%的黄金和明珠，这小弟是知道的。不过大人，您这金丝蟒袍上沾着的，怕是忘川河口排进东海的
重度阴司硫磺污水吧。龙宫确实有钱，可钱能买来干净的海水吗？能买来龙族子孙神魂的安宁吗？地府每天产生大量的火山废水和地狱怨气，大都顺着黄泉大河直接排进了东海深渊。这几百年来，东海深处的龙族子孙因为阴煞废水侵蚀，鳞片干枯，神魂暴躁，连生出来的龙蛋孵化率都降低了30%。我说的对不对？只要我想，我随时可以通过新城区的环保管网，将火山地狱和石磨地狱的废水进行彻底的净化，让流入东海的水变成不含一丝阴毒的干净灵泉。但这需要庞大的资金，我的管保局每天都在亏本维护。林老板，您当真是3界第一狠人？本官签了。东海龙宫的黄金，明早便送入贵行兑换阴晶。林老板，我的亲爹啊！咱们这回见的可是地藏王菩萨呀，那可是地府真正超然物外、实力深不可测的第一大能。老张，别慌，菩萨也是佛，佛家讲究的是因果与因缘。多谢神兽。凡人林凡，你在这地府之中通电、云水、建城、开商，将原本充满哀嚎与苦难的名都改建成了如今这般暖和热闹的凡俗夜市。但林凡，这地府终究是受罪消业之所，这难道不是在用糖衣加重了他们的执念，让他们永远沉沦在这阴冥泥潭之中吗？菩萨大义，心系千万鬼魂的解脱，但在下这个商人的眼里，您这千万年来的修行消除业障之法，效率实在是低了些。何以见得？您在地府待了万年，这地狱的鬼魂可曾少过一个？以前的地府黑暗、冰冷、残酷，醉鬼在火山石磨中受尽无尽折磨，换来的不是悔改，而是对着天道、对着地府无尽的怨气与恨意。他们带着满身的怨毒去投胎，阳间便多了一个恶人。而我的新城区让洗热水澡和忘忧奶茶，在影院里痛哭一场，宣泄掉生前所有的遗憾和不甘。轮回司的净魂投胎率提升了10倍。菩萨，我用这现代的工业和娱乐，在3个月内帮您空了近100万的醉鬼，这难道不比您天天在这念经效率要高得多吗？我是在用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帮您履行那万年的誓言。阿弥陀佛，林施主，你这凡人的心思，当真是另辟蹊径，妙用无穷。本座受教了。不仅如此，菩萨，我还听说西天大雷音寺最近正在筹备一件3界大功德，也就是西天取经计划。大唐距离西天10万8千里，一路上妖魔鬼怪横行，那取经人肉眼凡胎，这一路上的后勤和安全，只要菩萨在我这协议上盖个章，我林凡保证利用我3界银项银行在阳间和地府的庞大网络，只要取经聚合清楚，一律在我们的银行开设双倍功德福利账户。同时，我还可以通过地府的夜校，将大雷音寺的真经在阳间进行无烟化印刷与大范围推广。这每个月的法供放资金，直接划拨30%，存入大雷音寺在建银设立的明熙信托基金。这才叫真正的佛法普度众生。林施主，你当真是个奇人！既然此举有益取经大业，有利于千万阴魂超脱，本座便应了你这明熙大同之约。林老弟，自从拿到了地藏王菩萨的白莲玉印，咱们的明熙功德通托基金直接在阳间和地府引起了海啸。那些原本抱着成见不肯用数字阴经的西天佛修各路行商，现在排着队来咱们柜台开户存钱。现在整个丰东城的商户个个金银满仓，咱们西市的营业额足足翻了30%。老金、老赵，地府的盘子虽然稳了，但要实现真正的3界金融垄断，我们还差最后一块拼图。这天庭、龙宫、佛门都已经被咱们拉下了水，这阳间还能有什么拼图？我们要把终端布设到阳间每一个最基础的角度。林老板，阳间地广人稀，咱们又不能肉身显圣去推销，如何将这电子香烛和取号中电铺到每一个山村野店去？我们不需要肉身的显圣，不是有现成的基层公务员吗？他们名义上是天庭的小神，实际上天靠吸食2根烂蜡烛过活，穷得连裤子都快穿不起。只要我们以3界金社银行阳间代办处的名义，给每个土地庙城隍条配发1台智能功德结算终端，让他们当地的百姓直接在庙里扫码存功德，我们给这些土地城隍2成的手续费抽折。你们觉得这帮穷了几百年的小神会怎么干？天哪，林老弟，你这是把电梯城的10指万土地城隍全部发展成了咱们银行的下线网点和业务经理啊！警告！阳明直达结算通道西南部区域发生大范围数据拦截，功德凌厉，流向异常，损耗率正在急剧上升。林老板，
出事了！有人在阳间恶意拦截我们的功德数据，正在强行抽取我们银行的存款。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抢咱们建设银行的钱？老张，备车，我去一趟五指山阳间的事情，我需要向我大哥打听一些细节。好，打得好，是俺老孙一棒！哈哈，林凡兄弟，你这街头爸爸的铁盒子真是不赖，俺老孙今儿个把那红肚兜的小儿揍扁了10次，痛快！猴哥，您玩得开心就好。今天小弟来，除了给大哥送些补给，还想跟大哥打听一件事。这片区域似乎有一种极强烈的古老法阵，正在恶意拦截我们银行在阳间的功德结算通道。大圣爷见多识广，可知道这西南地界有什么厉害的宗门或者大妖？哼，这地方，嘿，兄弟，这可不是普通的妖王，还有天庭一些私底下下凡捞油水的散仙，他们定是瞧见你这功德直通车油水太厚，自己又没资格开户，便想着在半道上设卡，当起了打家劫舍的网络土匪啊！网络土匪，想吃我的利息，也不看看自己的牙口够不够硬。哈哈，兄弟，打算怎么治他们？打杀是最低级的手段，我明天就宣布冻结黑风山和盘沙岭周边所有土地城隍的理财账户。林凡兄弟，你这一手杀人不见血啊！猴哥，不瞒您说，我刚刚在杜之司和功德司查了一下天书，再过不久，阳间的大唐会有一位得道的高僧奉了旨意，一路往西天去取春经，他会路过您这五指山。取经？哼，我已经决定了，从新城区出发，顺着这西行之路，每隔500里建立一座3阶驿站，里面配发空调自动售货机，提供最正宗的忘忧奶茶和热气腾腾的泡面。好，